走了10年、2年、3年，真的是，老实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到哪一天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这可以再这样迷迷糊糊下去，所以特别觉得，内容很多啦，或者题目的也很少，真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守真诚，去那个生命的心，让自己的那个真心啊，长光永远在。或许在学习也是真的大家一起研究哈。有时候在这里刚好想到的，有时候那天老师我们说，好，还有好多都没想到，但当下就是空空如也。谢谢啊，好，谢谢。那换你也跟大家讲啊，换你跟大家讲。好的。我还没程度了。没有关系。不觉得有个心法，有时候我们上班回去真的很累，但是有时候心者或者提一个问题之后，那个心者都来了，就这个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发觉，讲心者或者提问题，真的可以让我们精神更好，会觉得是轻便，所以理解。那你看的34篇的那个心得报告。我当然是跟你讲。看这一遍，好，看这一遍。其实我看了几次，我看了可能3、4次，因为新专有老师讲，你那一遍看不懂就是没程度，那我在考我自己。所以我这2年这个拼命的登山，拼命的这样子，我要看我到底第一次看得懂不懂。那第一次在看的时候，我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因为大家讲话吼，然后呢。他有爱主的闪失过，好，那第一遍看完是这样的状况，第二遍再看，有点懂了，然后第3遍看的时候就完全知道了。可是第4遍的时候，我在讲，我要让我自己知道，我就想知到底在讲什么，到底这个他要把我拉到什么程度啦？那或许是看这样，那我觉得那一遍真的很棒，看着看100遍都是真的很棒。我觉得有讲是每一句话，像我今天早上吃饱饭，我吃饱，我在讲护士教我吃饱要坐着不要动。我在讲像我习惯吃饱我在坐着，我在转的时候，哇，怎么随便转每一句都是宝贵。所以我觉得那一片真的修行上可以提升帮助我们很多，我很珍惜这一块。我觉得以后我会帮助我直接把这一块拿来看，这样子，或许是这样子。不好意思，你个风险没程度要看。因为我们这边算是时间蛮长的8年了。那个气氛都还没有培养的说很热络啦，所以互动的那个情形不多见。那我们现在呢，借着这个已经有很多这个新手加入啊，这样的话会互相提携，还互相勉励，这样进步会比较快。而且修方向假如说有偏差的话，我们也会提出来探讨，不然默默的做，做到了都还不知道，等到要改，已经习惯性养成了，养成就不容易改，所以我们在开始下手的时候啊，就是要正确，方向正确，目标正确，做法正确，这样一路走来啊，就一定会成就。时间早晚一定会成就，所以不用怕呢。追生不会成佛，都不用怕。已经都在这个新闻之中都有建立的。所以只要我们把那个观念加强，这个对自己新闻里面那个程度加强，对完成的成果就会慢慢削弱。因为我们沾了非常多的成果，自己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啦，错了都不知道，所以借着大家互相研讨的时候看见自己的错误，然后用心把它改过。所以真的修道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看自己愿不愿意改，愿意改那个真的是那个路非常的宽广。
那假如说自己不愿意改啊，走的路就很矮啊。所以都要看自己啊，愿不愿意。只要心都放宽了，我们容纳就大，容量大了，我们的进步啊就快。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呢，我们多闻，多闻的话呢，对我们新闻之中呢，那个佛音啊，重的就比较过。一方面呢，我又生死得本，帮助人家，这样呢，生活起来啊，就会很快乐。不要等到以后这个归空回去了，在世的时候就很快乐了。所以呢，就在这边跟大家勉励。那呢，本来是要想看看哪一位想发表这一章啊，真的是形而上会知道，今呢都把它落入文字啊。从那个34篇延伸的。那么为什么开头就用天命之谓性呢？因为可能我们又有一个天命的一个让我们又一直在提倡道德理真天命真所以不知道天命是在讲什么。我们所追的天命就凡尘的0点人师去办到那个就是天命。那这边呢也就把它呢直接点明，天命就是我们佛性，我们佛性就是天命。你追就是要追这个真心佛性，才是追天命的。不是呢也要追求当点人师，那个当点人师不一定成佛啦。当点人师到三道去也都可能的。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一个假名相。那因为呢大陆有3亿的人口，上天不会慈悲我们只有2300万，他要照顾13亿人，其实有20亿的。有的一胎化政策都没有报户口，他有20亿的人。我们这么一点点的，本来是要去办这么大的人数一定也忙不过来，所以很多人会连天命去办。所以那个不奇怪啦，只是那个是短暂的使命任务，只要你到达涅槃了，你那个就没了。你所领的天命就终止了，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天命是为性的性它是永远存在，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追这个永远存在的那个命之为性。那么指明人生之本，我们人生的根本就是天命，也就是佛性，就是天性之源。我们呢本源人道呢是所有成。为什么会有人就是天命，我们有天命呢才会成人道。人之性呢只是太一温元之气，气机真见。这个呢是老子的口气说呢那个气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说既然呢称性，则是呢恒常之说，就是永恒长久这种说法不是变来变去的。那么实测三际，这个些呢，它贯彻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佛性呢贯彻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易经》里面有记载，我们要呢启发呢自心闻思觉者妙，那个天命之谓性，就叫智。那么圆满的自信普贤恒沙功德，那个普贤也是我们的自信，就是贤。所以底下呢就讲说投经珠以投水，水不得不迁我们投佛想以还心，还心不得佛。所以只要呢我们把心都呢投入佛性之中。那我们呢那个还心一定呢转成佛性所以当信自心，要相信自己的心，就是天命之谓性，一定要相信。那么他呢无依助性，没有依助，没有依赖，那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完全都是空无依助，全部呢都没有依赖。妙慧解脱到那个没有依赖我们奥妙的智慧
都已经呈现，已经呈现了就能够解脱。是自闻思，自己就是闻思，自己就是有智慧，所以闻思呢代表智慧。那么于心呢，无一处中无性妙理有自在分别，有那个了了分明的自在分别。所以或许有小花舞把那个自在分别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那个佛性本体。因为怕我们看到分别又是认为分别心。那么无性可动名不动佛智。没有性可以动，如不动的。我们佛性本来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如不动，叫做不动佛智。若心外有佛，我们的心以外有佛的话，不明信心名为邪见人。所以心外没有佛，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之心，都是佛。所以要追求自己是佛的佛。不要追求外面的佛。假如说呢，心外有的话，名为邪见人，就已经呢，知见不正确。只要我们一念气真，一念气入我们真心佛性离跟智同现。离就是本体所呈现的那个本体，智呢，就是本体所发挥的那个功能中。那么理智同时呈现，其名为佛。这个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做佛。那么一切知佛皆同自心，所有的佛都是我们的那个真心。一切众生皆同自性，这众生都我们佛性。所以一念应真上面气入真，下面的应气入跟相应是有一点不同角度。三世情境，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了，三世情没有智无出没就没有用智慧，不用了，不用智慧的，因为无我相无法相，已经到达佛了所以即佛果，佛的果位性无一处体无差别这个呢是讲到呢形而上的道。那么以此同体妙慧知佛心及众生心这个同体，我们佛性都是同体，不管众生不管佛性呢本来都是同体知道知佛的心众生的心差别就在分别与不分别。那么如是信解不自欺狂，这样呢就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因为真理显微非言说呢所显，不是呢言说神的所能够显示要以身心自己体悟了解身心体悟了解那个粗浅的没办法能够呢身心体悟了解，就会整个佛性朗然现前，就呈现在眼前。物呢穿凿一般，人家说的奇奇怪怪的话我们不要去穿凿，不要去呢跟他去探讨。勿迷陷邪心那个邪心我们不要迷陷进去。不牢固斗争所以不要落入口舌之争。对治咧听烧争烧书唔捌生唔捌输烧书唔卖呀所以勿故劳斗争那么底下就讲说由相是心，我们由形象来认识我们的心，能够认识外面一切形象便知道呢我的心在活动，然后寻相会上心，寻着外面外面的一切形象生灭无常，时时呢都在变。那么如果心随相转，心无主人的时候就失掉了心的存在价值所以这个寻相就上心。那么知相得心知道相那个就是心。存相之心呢意象而已，我们存相的心也变成形象
那么谓之心可污，就是不能呢把它谓它就已经是了变形象了。那么假如相生呢心生，相昧啊心昧，心和相啊不分呢内外啊主客的时候，则心呢变成另一种相，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心跟相不同，心是内，是主人，相呢是外，这个客人，所以我们要分清，所以只要落入的外落入客，那个变成相，那谓之心可污，不能呢称为是心。那么原心原来的心它是虚灵不昧，介然独立，就是没有依赖，虚灵不昧了了无昧，非常灵敏，形而上未到，虚灵不昧的呢那个形而上的道。那么乾为父就是天父我以气，坤为母，地父我以形乾坤呢就是天地，遗诸渺焉，我们的身体甚为渺小，余就是化，自然渺焉就水了，我们的身体呢渺小，乃分南中处，虽然很小，可是那整个道都在我们这个很小的那个身体之中，所以不可吃的那个中那个身体中260中的中，却得到天地兼得，而居呢天地之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身体虽然很渺小，整个天地都在我们身上，故天地之塞补其体，就是天地间呢堵塞天地的有形有相的，本来天地是空的，可是呢被我们的形体堵塞了，所以天地之塞补其体，我们的身体。那么充塞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是我的形体，所以了解说这个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都是呢我的真心佛性。那么天地之帅呢五其性，当天地的元帅，帅的天地的，就是我的佛性，主宰天地一切之理，就是我的本性。人之异于禽兽，我们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所在，全在于人的生命呢是理性呢和道德，这个呢跟禽兽不同。因此人性是天地之帅，所以能率性，就是率的天命，而为，是指以参战天地化育，就能够呢跟天地同时变化，能够呢帮助天地处理万物。但呢前提是要呢彻底认清形象是假，佛性呢是真。佛性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要启发运用，我们平常呢都是用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因为聪明，所以误了我们都在六道轮回。我们呢不要用聪明，要用呢般若妙智慧。那么般若妙智慧呢，不是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是本性所具备。所以我们要放下万年一念不生的时候般若才会启发。有般若就知道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形而上的道。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是在形容这个形而上的道。那么十方之佛唯以一大事因缘示现在凡尘，开示佛的知见，示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皆呢像众生性海，我们呢那个佛性呢好像大海那么宽广，烦恼之中呢开发我们一真法界，在我们烦恼性中它就有一真法界，就是一个独立体，形而上的道，平等实相，都是平等实相，所有众生呢都一样，
在烦恼之中呢，就有一真法界，就有平等实相，就有呢形而上的道。那我们呢，以为啊，要另外去找，其实呢，就在我们呢，那个烦恼陷海之中，众生呢，佛一样，对吧？就是啊，开佛之见。那么接着呢，就是佛之见，佛以所证得的佛圣、涅槃、解脱，这三个道理呀，显示于众生，众生同具，众生一样有最上的佛圣，有涅槃，有解脱，全部啊都具备，三者都圆成。那么在呢悟佛之见，领悟啊这个佛的知见，显示呢佛所成就的那个菩提圆满报身，使众生啊依之修习，悟入啊佛智，领悟啊进入佛的智慧。那最后呢入佛之见，佛的知见呢众生啊皆具，我们皆具备啊有佛的知见，其一生呢圆中平等的大慧，就形而上的道，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佛的知见呢，之前呢佛就讲，佛知呢三心不可得，佛知啊不执着一，不执着欲，所以角度啊又不一样。那么众生呢被所知障碍而不得显现，这个形而上的道啊被那个所知障碍，所以我们的所知啊都是形而下的气，被这一些呢气万事万物啊障碍，那个形而上的道啊显不出来。那么只要万缘放下，再放下，一念不生，妄啊尽啊真就显，形而上的道啊即能呈现。所以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抓住啊那个巧妙，一定就可以契入。那么知佛以种种方便，言辞比喻啊开导众生，实践呢慈悲，克制啊我们的私欲，专精的意志啊建立功德，同成佛道，共得正觉。那么众生呢需要呢自培啊信心，自己培养啊自己就是佛的信心，不要向身外求佛，自身呢都是佛，身外无佛，世俗啊善根，生死得本。那么使能悟入啊修道的要义，知其如何修持，建立啊正确的理念，不被邪说啊所迷惑。所以我们现在啊一讲出话来，很多话呢都不合真理，那个都叫邪说。说我们不被邪说呢所迷惑，一定呢要认清真理，真如离体呀，离言结思。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叫真如离体，叫一真法界，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它离开所有的语言，也没有私利，我们头脑的私利啊也绝对私利不到，离言结思，以思量分别啊相应。我们了解说真如离体啊不以思想我们的那个头脑里面的那个思想言论不以思量分别啊相应，亦不以思染华相应，真如离体不跟染华相应。所以只要我们心染的成垢就跟真如离体已经结缘了，不相处在一起，所以一定要自己把那个染华染了完成的万法，染了成垢的一切都去除了以后，真如离体才会呈现。持尽其妄心分别，妄心分别一定呢一定要持尽，则真体如如，真如离体不立一法，放下尘缘，使能契入。尘缘凡人的因缘全部呢都放下，才能够契入。起心即错动念即乖，所以不能呢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跟真如离体相违背，心行处昧言语道断，
心在想的，嘴巴在讲的，跟真如离体啊，也都无缘无分。那么失一切法离收，所有的万法离开言收，离开能收，无有能收，无有可收，离眼收相，眼收相没有，无有能念啊，可念，即离呀，心眼相，心也不攀缘，了达一切言收，一切言收都是相，即非言收，即非言收啊，就是现。言收呢性空，所以讲出来，佛讲49年呢，都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收。收呢无能收所收，收即非收，呈现呢是状况啊，就是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啊，在这么这个矛盾的文字之中呢，呈现。我收法49年。自然收，很努力收，无问自收。不涅盘前呢，弟子问如何处理呢？这49年所收之法。那么佛就说，我49年一个字也没收。那么菩萨问言，以何根据呢做如是言？那么佛言，以2种法做呢如是收。我们这个导师要转的有一点所谓的本质法以及呢这个自证法，而此呢2种法皆是呢形而上呢谓之道，本就本来佛性呢本际的本来的叫本就法，然后自证法就是经过完整的修正，不管是顿教的。不是无位阶的那个自己证悟的证悟法、自证法这2种法然后呢才讲出来的一个字也没收，所以依据就是本质跟自证。那么底下有说呢，这个向上一着千圣不转，就是要我们本身去实践那个没办法说的没办法能念的就不能讲出来就有偏差，作为那个要全部都离开言收，离开呢这个心念，就唯有自己亲证，自己亲证就是千圣不传那个不是说暗都不爱传，而是说没办法传，因为你自己没有证要你自己本身知道，像喝水那个水是冷是热也要自己喝才知道，所以那个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若有能收所收即是生灭，是轮回法。佛示现在凡尘他不传给众生6道轮回之法，所以不讲那个有能收有所收的。那么了知一切心念即非心念，念本无念，所以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叫正念，正念呢就是佛知佛见，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有念的那个叫邪念，不正确的，念无可念念即非念，所以知妄即真，无说无念是名随顺真如。随顺的真如，然后言说的说出来这是无言之法，以言显说了，因言而入非即是言。佛老师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这个言有不达呢，道无以明。老师也要我们详细说，我们呢由详细说才能够了解进入。可是这个详细说都是勉强而说，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个随顺真如。那么当知离念离言说外别无真如，所以念就是真如，言说呢就是真如，所以这个角度跟前面上一堂的角度又不一样，他把那个念跟言说已经融入
真如离体，体不变哦，这个体就是佛性的本体。那么随缘，我们佛性啊可以随缘，随缘就是用啊有体有用。那么是故啊起心动念啊无非真如，所以我们啊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都是真如，都是佛性本体。我们差别呢都是在找，所以啊众生找有，以为实有心念可得，差别是在这里，在认为它是实有了，它没有，我们呢要了解说念头生发了，起心动念的，那个啊都是从佛性本体出来，可是啊它都没有形象在，要了解说这个没有形象在，可是呢它会呈现，这个呢以真空妙有来描绘。那么实有言说可行即是呢为逆真如，这个是我们众生的那个现况。那么既啊为其性啊，云何可入？违背真如呢，就没有办法进入真如。那么若要证入真如啊，必须啊要离念，这个就是呢没有那个相啊，就是离相的意思，没有心念，也没有那个眼收相，没有心眼相，所以呢必须要离念。那当知离念呢为是啊，将其心念断除，不是讲把心念断除，此须了知啊，妄念本空。我们的念啊，我们生发的念头本来就是空的，要呢空起成见，空呢我们所念的那个内容啊，把它全部空。只要空了，这个念啊就变真如，不空呢变相，着相，变着相我们就是凡夫，所以差别很微细啊，我们要体会。而念实无可离啊，就是真心佛性，实在啊没有可离的地方，当体啊了不可得，可得处呢什么得？这个就是永嘉大师说的那个不可得不可得啊，那个就是我们要得的东西啊，就是在那个里面，所以就写小刮胡啊，就是不可得是地方所在啊，即形而上的道，微不微妙？很微妙很细啊，就是我们都呢要进入啊，这一种很微细的那个真理所在，因为差别都不大，可是呢一点点差别都不行，只要你差别一点点相跟性啊就鲜明的分开，所以着相呢那个就凡夫，离相呢就出佛就成佛了，很微细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法非常的殊胜，那我们呢只要都当了不可得，都能够离相啊，即是真如，就已经是真如了。即是啊一真法界，即是呢形而上的道。那么假如真如假诸言说啊，真如呢借着所有的言说，那假就是借的意思啦，借诸言说而说无分别义啊，把那个无分别里面的真理啊，把它都说出来。说真如啊，里面啊没有分别，没有那个分别心，我们呢要没有分别心，修正到没有分别心啊，就成佛了。一无能说所说而说，说即非说，文字性呀，这个文字性，佛姐就讲说我们在呢那个这个四念处。上圣的思念处就有讲，观身现象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性理，这个文字性理跟那个名字性理呀是同样的意思，两个可以互相发挥啦，
这个名字姓李，无啦，是嘛是拢假，然后呢，这个华的话呢，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这个是上圣的那个思念处。那么当体即空，你当下呢就是空，真空要有。那么知妄呢，消妄，知妄所有的妄，假的都已经消失了，忘记了，不真呢何待？一定呢就是真。所以只要妄念一空真如之体自然而显。一切呢这个知法，唯是呢自心，无有能见亦无所见，无有能说呢，亦无所说。见佛闻法皆是分别。所以我们见佛的闻法的那个都是分别心所以见到佛都是见到我们自己的心。所以闻到法我们了解，都是我们的心。宽不宽广？都是很宽广。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之前或者都师长会讲说，有时候我们都有盲点，修到佛学博士也有盲点，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那个达赖喇嘛不是举手吗？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说好，请说，我可以问问题吗？那个佛学博士说，等到说完了你再问。这个你看讲出来了，里面的话就在了然后第二次他妈又举手，那台湾的佛学博士又请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电视还不是很普遍我们都去电器行外面去看那个电器行放给所有过路客看。那个路边就看的人很多就议论纷纷达赖喇嘛拍断了人的骨病，人咧讲人举手。第二摆讲都袂记唔知要问啥，他记忆那遐歹，就这样反应。然后也看到以后说这个行家在过招他举手是说，你那个理论对众生的帮助不大，你要告诉众生简单的方法。那简单的方法就是没有能手了。所以那个我讲完了，你再问，就有一个能讲的我相，所讲的法相，有能说有所说，对不对？你看有没有法在里面有能说有所说，是不是生命？是不是对待？所以那个佛不做这个生灭对待的事，所以他也就没有延续他的能说所说。就讲第二个说你讲完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告诉他，要问的是刚才已经过去，过去心不可得，那未来还没到，现在心不住，那个是三心气有没有华？你看只要我们没有三心三世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我们有三心三世都把我们摄受了，我们就要在六道轮回。你看这么奥妙这么微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没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过去已经过去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未来还没到你不用策划，那策划是身体要用活性不要用，活性不用策划。现在心不住了，你说现在那都过去2秒，现在搁过去搁2秒，现在搁过去伊都会掉了，断掉了。没有对不对？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们的佛性就呈现了，圆满呈现，所以叫现前一念，
具备十四古经，十四古经当下一念，不是时常说嘛，要复习一下，太极，所以要了解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在用能手，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等下我再跟你讲，就是能手，我们不知不觉所以就是要知道说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我们做到没有能手。我们吃饭有没有能手啊？吃饭要不要能手？现在失手了，我要紧啦，你想看卖一真法界无有分别，那么不起分别即能见佛。不起分别就可以见到佛。所以呢或者师长都讲若无所见即使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见到如来。我们有所见就是有能见有所见就是邪见我们在日常之中各位先生，我们时时刻刻见到如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如来都整个呈现了，有无？都会我们在当下有没有所见？因为不是我们的心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它整个真如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整个都是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我们是不是看到如来？有没有假如说我真的看到佛像了，那个是邪见。真的都是无所见，无所见真空妙有都见到如来。我们都时时刻刻都见佛有没有就是今天才体会所以呢，我们了解到不起分别就能够见到佛。那个呢就是形而上的道了。所以形而上的道是不是很容易就呈现了？那么楞伽经呢大威菩萨呢问佛，那个达摩祖师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就是带4本楞伽经，要传给我们中国人。因为楞伽经的程度很高，那个是菩萨法。所以这个到五祖的时候都把它换成金刚经没有传楞伽经。那么楞伽经里面呢，大卫当机他呢大卫菩萨问佛说如何记住修行法，如何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那佛就回答说有4种法成大修行。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第二个呢远离生智昧见，第三个呢善知外法无心，第四个呢专求自证圣智。具备了这4种法若成就此4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那么佛又解说呢此4法的内容说第一个观察自心所现。如何观察呢？自心所现要怎么样来观察？为呢观这个3界为是自心，就是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是呢真心佛性离我所
没有我相啊，以及没有法相。无动作啊，无气来。有为动作啊，前没有。无始执着，过喜啊，守心，呈现呢希望种种色行名言细无身心。菩萨如是呢，观察自心所现，就是呢，时时能够观察形而上啊之道，就在这个里面，这个呢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佛性，离开那个主观的我，也离开客观的我，所以没有我，没有我，这个是。这个所有宏图四大对我用的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以及呢我所拥有的环境，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离我所，我呢就是指观的我相，我所呢是我所处的环境，就是呢法相，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然后也没有动作。没有气来，有为的一切啊，全部都没有。那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啊，那个无始来执着那个过去的那个习惯啊，所需啊，然后呈现我们现在在眼前的虚幻啊，种种的色形名言，种种色，就是形象，各种呢。行为，各种呢，那个名称以及言辞，都系乎啊，我们的身心都不被这一些无始的那些过喜啊，所心它所呈现，都是假的，要认清呢，这一些啊都要去掉。修持啊，就是要去掉这一些菩萨呢如是啊观察自心所现，就是能够观察形而上的那个道以及呢在这个里面所以呈现那一些呢虚幻种种的色形名言啊，我们都要认清都虚幻不实在都要呢去掉，实在呢就是真空妙有。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第二个呢，如何得理呀、生智啊？要怎么样可以远离生智昧见？那么所谓的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所有的万法呢，都好像梦幻泡影。我们自己以及外面的，它就是外面的所有一切啦。其去皆不生，自他即去皆不生。自己的主观意识生发的，以及呢客观因素促成的，全部呢都不生，都没有生啦。那个都是演戏才呈现，演散就没有。所以妄见生灭，我们看到的生灭都是妄见，虚幻不实在。那么随心量之所现那个外面的一切景象，都随自己的心量所显现我们心好现好的景象，心坏现坏的景象，狭隘呢狭隘的景象，宽广的景象，所以随自心量之显现，那个呢都随着显现，那个都妄见生灭，见外物无有，外面的东西全部都没有，因为虚幻不实在。可是我们呢，差别都把万物当成真的，不知道呢，它一直在变化。那么见呢，知识不起，我们的心意识六根对六尘所有的事都不起，已经呢都能够了了分明，所以它不起事，不起这一些呢妄事，没有作用的事都不起，即众缘无积不会累积众缘，我们是累积太多的那个缘，
所以啊，才一直啊六道轮回不息，可是呢，我们要呢，这个来观察，远离啊生住灭见，都要远离。由分别因缘啊起三界，三界啊都是我们分别心的因缘起来的，本来就没有没有三界，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分别心所以才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如是观的时候啊，若内若外，一切之法皆不可得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内心，不管是外境啊，所有的万法都消失啊，都没有都是假的，皆无啊实体。虽然有现象有事情，可是啊变化很快就过没有一个实在的体现在，所以远离啊生见，生出的见解啊都远离了所以不生见解，不生见解啊就不害自己六道轮回。那么正啊如幻性完成的所有幻象啊，就好像呢那个幻灯的那我们证悟啊这些啊幻象的影像幻起来的影像，全部呢都了解它虚幻不实所以能够证悟啊如幻性。那么即使啊逮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啊就已经得到啊无生法忍无生法无生呢就无昧，无昧无生无昧就进入佛性本体已经进入啊生法忍。那个忍就是安住不动不是说忍耐的忍啊这个忍啊是一个总相，忍耐呢是别相那佛告诉我们没有众生相所以就没有那个忍耐的事情忍就是安住不动，在呢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啊能够安住不动就是得到啊那个阿的果位菩萨果位、佛的果位都是啊无生法忍。那么自在呢第八地第八地就是不动菩萨呢到不动地啊就不退转了就不会呢退那个修道的心那么了解心意识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意识啊是众缘际会才有一样那个众缘消失啊心意识也就消失。那么心意识有五华里面呢就是有名，然后有相，有分别，有如有正智所以这个五相分别，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如正智啊为什么也列入啊五华里面，因为它有相对待的那我们的佛性本体是无对待一真法界所以啊这个如正智啊是明对的我们完成的那个明相。那么无我相啊无法相没有我的这个形象，也没有法的形象。那么转所依此啊我们所依赖的已经转变或呢意生生，得到呢那个意啊生出一个身体。那大慧菩萨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以何因缘啊名字叫做意生生？那佛就回答意生生者啊譬如意去我们的欲啊要到哪里去四极啊无碍，非常的快，都没有障碍像我们在这边说我到板桥火车站我们一下子啊就到那个板桥那个高楼火车站那边去了那个就是速度很快，没有障碍。名叫做意生生，譬如心意及无量百千有形之外，意先所见种种之物，念念相续即于彼佛呢又做了这个解说，说呢无量百千有形一有形30里真远百千有形的种呢你伫个种的所在捌看到物件
迄个物件即马呢，佫互你想到，你的意念想到以后，迄个意啊，意生生意就去甲遐去啊，很快。花是其身呢，以山河石壁啊，所为岸，拢袂当阻碍了。那个意生生啊，很快的，就到达你意要去的地方，是很快。意生生者啊，亦复如是。我就讲，意生生就是这样。如幻呢，三昧。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如幻。如幻呢，就是要了解那个都是很快显象就消失。三昧呢是正定，那个这个正定也是正悟里面的如幻，就是不要住了。虽然有那个意生生非常殊胜很好，可是呢那个也都是还没有直接到达佛地，所以用如幻三昧来称呼。利通呢自在，诸相呢庄严，一本成就呢众愿故就是所有的佛菩萨呢都有本愿，就是度化众生成佛，犹如意气生于一切知圣众中，在所有圣人之中，跟所有圣人一样呢，要度化众生。要使众生呢都能够成佛，是名呢菩萨得远离以生住昧见。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如何观察外法无性？外法呢，万法，它全部都没有本性，没有真心佛性。会观一切法，如阳焰，如梦境。那个阳焰就是迄个火堆顶头所看到迄个迄叫做阳焰。即马7月到拢有咧普渡，人咧烧金纸，你看迄金纸的顶悬有迄个气色，迄就是阳焰阳焰就在那个火堆的上面就呈现呈现的那个阳焰梦境就表示这一些都是虚幻的不实在，不能够呢实际存在的。那么无始戏论无始以来它都是戏论，演戏的台词啦，所以当演也要背台词那个都是演戏的台词。种种那个执着希望恶习为其因所以它的因就是希望恶习。那么是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即是第四个专求自证圣智。我们就是要求我们自己证悟那个圣智就是萨波罗就是性海萨波罗那个就是性海证入呢我们的性海这个专求呢形而上的道。那么记住如是四种法，即成大修行者。我们记住了这四种法，才真的叫做一个修行人。那么大慧菩萨又问：为言语呢是第一，为所说呢是第一。佛告大慧：非言语是亦非所说。所以言语不是第一，所说呢也不是第一。那个都不是何以故？第一义者呢是圣智内智正见，就是我们已经到达那个圣智，已经到佛了到呢这个神圣了内智正的境界第一义是已经证悟的时候才呈现非是言语分别的自见用言语分别不能够显示第一义，所以第一义很深。那么佛言言语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言语起昧动摇，辗转因缘生我们的言语就是起昧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
于第一义不能显示。第一义者呢，无自他相，源于有相不能显示。第一义者呢，但为自心种种外相呢，皆悉无有所以第一义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信道呢，贵独，守道贵坚。那么道之在身呢，如生命是不可失，不可以外物移其次不因世俗欲取超，而后能安于贫贱居于下位不羡慕人的繁荣，能做君子就是一个人格呢很健全者。道不离人，人自离道。狂心漏歇皆即菩提。放下万缘即如佛。那我们国老师也说，昌明般若妙心勤持智慧印见，了悟真法，明彻假解明心见性广行功德。我们呢在这个显示讲的时间比较快还有10分钟，我们在新庄呢讲完刚好这个下课那留10分钟可能要给各位发挥所以有没有要发挥的？这个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心行处昧就是我们心一念接一念，心行就是心的一念接一念心的一念接一念，那个地方所在已经消失了，昧已经没有，就是你要用心来想，想不出来言语道断就是我们要用语言来把它描绘，那个用语言已经没有办法讲，已经断了，无法度讲所以叫言语道断，心行处昧。普通在讲这2句话的时候都是在讲形而上的道才会用这2句话就是心念接一念叫心行那个心行处就是地方所在就是不能一念接一念，你一念接一念再怎么想都不对那个言语道断就是你怎么说都要断掉了，不能讲，一个不能想，一个不能讲，叫做不可思议心行处昧言语道断叫做不可思议。所以之前假如说各位有看那个 DVD 我就问他们说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因为没办法去思，没办法去议论，它叫做心行处昧言语道断就是这样这样把它贯通。听得跟新庄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没有关系训练我觉得我们这一班程度比较深，有讲是很快又讲过去。那新庄那班有讲是有细部的在解说，还有我们不同的有问。所以我觉得在
人事地不一样，刘老师讲的东西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在场的人受惠其实都是在场的人。那我觉得都跟对自己帮助很大，宽广度还有就是我觉得会把自己很快的拉程度拉上来。那如果没上班啦，就是我可以这样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跟一般的话有时候有些角度会听不到。那当然跟着班之后回去还是要自己看。其实这一章我已经看好几遍，因为这个会觉得跟基程度很不好，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对得起我自己。那我觉得很棒，真的，不管 PPT 还是这一章，都可以让自己提升角度很多。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业障跟程度都不是很好，你怎么一下子就要把大家拉成这样？没有，我觉得我的业障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程度，而且一光才2年，他们2年就可以做，所以这样子不能用世心来看。还有5分钟啊，有没有发挥的？好，请说。刚才讲了那个破险还没有记起来，什么司机龙蟹，还有什么生动好，那个是破血在这个同一个告诉他们说，我们先呢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慢慢深入的时候深入到已经我们把那个整个妄都去掉了，它真已经显现。真显现的时候那个司机而龙现。司机呢，就是我们安居在家里，没有出门。龙现就神通万物了，就是我们人在家里住不要出门，外面天底下的事我们都知道。只要你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深入其中的去探讨。它就有这一种那个内涵在，就有那个司机而龙现，那个烟墨而雷声烟就是生烟，墨就是见墨，那个就是表示你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没有妄，妄已经尽了，真显。真显的时候就是众生平等，把那个德都整个呈出来。那个道德感人就好像打雷。烟墨雷声，大雷打雷的声音很震撼，让大家呢都很震撼。这个德怎么培养的这么大这么多？然后神动而天水呢，就是只要我们动了意念呢就是神，神动呢天理都跟随，天理都跟着。那个是鼓励他们朝这个方向深入其中，深入我们佛性里面有这一些学问在，比较深一点可是要先慢慢培养。还有吗？就问会进步比较快。他一问了以后大家也会说你的问题我也有只是我不敢问而已他一提出来的话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那个知识的广度会增加。刚刚我讲的是同根期望，同时使用。重生取望，那个从真起望呢，跟从体起用，
这都是我们佛性的那个两面啦。因为是在讲老子的“主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贤啊，贤之又贤，众妙之门”，在那个时候说的。从真呢，就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起妄啊，就是从我们的佛性功能作用。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我们把它当成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住相。从真起妄，就可以反妄归真，然后从体起用啊，就摄用归体，它都是两边，一个体一个用，一个真一个妄，它都是相通。然后我们用文字的时候不同了，真我们就很喜欢，妄我们就讨厌。体啊，我们又比较保守住。那个用啊，就比较看清。老子是把它说，此两者是同出的，异名不一样的名称，同样都是从同根源出来，从感官根源，所以我们就是要认清知道，真的我们要保有，妄的我们要摄妄要归到体，都使它归到真回来，用呢摄用又归体，这样会吗？就是我们拿钱去买东西呀，买东西用只有一次嘛，买急了当退去啊，对不？你干嘛当不买？那个买了还个退啊，对不？还要再重提呀，重提再启用，对不对？不能说你这个买了以后又想把人家抢回来，不可以啊。所以那个用只有一次，那个妄啊也出去呀，那个活性的功能作用用出去呀也一次的，还有了解哦。以及呢，感谢各位先生会有机会学讲。我们呢今天讲这个形而上而谓之道，形而下谓之纪，这一章讲义啊。因为上个礼拜或许有说呢，鼓励大家呢看34片的那一篇这个 DVD， 因为把我们修到的这个最高层次啊，要修到什么程度啊，都在34片啊，讲出来。它可能呢就划太高了，所以那个台南同义宫一听了就打瞌睡了，而且还蛮整齐的，10之7、810个拢7个8个拢在看，听多了。收多是咱家啦，因为同义宫它地方很大，所以或许有跟他们说或许开始讲的时候可以开冷气。所以冷气一开等到它全部一冷到后学的身上来已经下课，所以那个冷气就没关系了。这边的冷气一开这个杀伤力很大，可以说隔天礼拜六我到台北车站，我连站都站不住。我跟学姐说，我们不要下去了，我这样下去怎么讲？然后我就在那个酒，酒衣啊，然后想一想我24年讲课从来没有切过一次课。我说拖命他妈都爱来，我说好了，走了，我们可能会变化，然后这个学姐一到同义宫就跟那个超师讲，说我状况很不行他马上把里面那个电扇所有有插头的都拔起来，能关的都关掉。我一开始讲课真的出不了声音那声出不来，他伫遮赶快。先好慈悲，我讲一句话呢马上
搁接落讲，搁直直讲，搁讲到煞，讲到下课。所以那个上个礼拜那一堂课啊，真的很奇迹啊！后学都说很奇迹，我都自己没有把握了。我连下去坐车啊都没有把握，人都无法度记载掉，很难过，可是就是硬的24年啊，没有缺课的，为了要领那个全勤奖金，所以就硬着头皮下去，真的能够讲到下课我跟学姐讲奇迹，真的是奇迹，都想不到。他回来马上就到基隆打点滴，没有回家了，就直接载到基隆去打点滴，吊点滴。所以那个冷气的杀伤真的对我来讲很厉害我没有感受到说从讲课以来也没有感受到说这么严重过到没有办法支撑跳不掉严重跳不掉啊，跟你等的那个功课都等。所以我姐都讲，假如说你在里面感到非常热，外面有冷气就在外面听。你要受煎熬跟后学一样的话，要想得到上乘佛法就在里面。这个上天一定会给你有所领悟有所这个修持进步，绝对会有的。所以或许就因为他们打瞌睡，所以在写贤而上谓之道，把那个最上乘的修持佛法，又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容易做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不是那么深只是说我们都没有去碰触到这一块这么上乘的佛法所以各定34篇那一篇一定要看，那个都把精髓那个我们修道要到达什么样的那个程度全部都讲。就是因为把人困所以才下张伊若卖困这张我就袂下。所以这一章呢，就是因为他们睡觉才写下来结果这个上个礼拜讲的时候是没有按照这里面讲的，可是我跟他们讲说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最上乘佛法我们都听不进去，表示我们业障很深，障碍都把我们障住不让我们听。所以听纵然有听也不懂，不了解意思，那个是我们本身的障碍。所以一定各位要了解到，我们要突破的难关，这一些几个障碍自己要克除。只要你反复一直听那个障碍无起来，那个意思就造出来，意思造出来咱就得到一得就永得啦。你该得到最上乘佛法，唔免讲佫得到什么几大，一概就好。那绝对不会忘最高程度的那个上乘佛法，都呢很明显的很浅白的把它讲出来。所以那个开头就讲知者不言，知影不爱讲，言者不知，讲的拢知啦。为什么会知者不言？因为伊知影的讲这个叫殊胜，这么华，这么殊胜的华讲，怎么讲都已经会有瑕疵啦，拢会有淡薄发掉。迄个认真咧讲的迄个说者言者不知，迄个拢伫咧讲形而下，拢伫咧讲现象，拢伫咧讲人事，拢讲凡尘，没有到最上乘的，所以形而上都没有啦，都是形而下。你形而下谓之气万象万事，
啊，你别讲万象万事哦，迄个增加咱的成果啊，咱的烦恼增加一大堆啊，所以哦，言者不知的，唔知影，你讲你就是唔知影啦，啊，你若知影就免讲，安那免讲，最上圣，上圣啊，无言之法，已经到虚空无相，虚空无为，整个佛性呢都融入整个虚空，它都没有名也没有相，非常殊胜的。就是因为要把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方法讲出来，所以或许体会啊，这个身体不怎么安尼强壮也是应该的。所以就是要了解到留业论生，诸任众生的话，就是你要呢自己要担当，要有担当。所以一些苦啊，你就是要吞下来，还要能够利益大众，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理念，不能走偏走歪了，我们一走偏了就枉费，无差无太心，所以要正确正念，那我们呢这个等于是已经3个地方讲，在这个丁氏佛堂，你要讲丁氏佛堂嘛，可以啊，还有那个显氏佛堂，还有王氏佛堂，我们3个地方呢都讲同样的，这个形而上谓之道，这个形而下谓之器。那因为最近或许又听南部的道亲在离奇这个天命的那又是灾难。大家又是道尊理真天命真了。我说争这个没有用了，不会成佛了。你纵然领了点完师那也是你的使命任务那个争这个没有用。有没有领那个都无所谓了。上天不会只有照顾我们台湾2300万，大陆有13亿的人口，一定也要照顾。所以往后一定会老水还潮，大陆的大批人他们都无神嘛，被共产党教育无神论。那我们要去跟他们讲，有神有鬼，有因有果，要他们能够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修持，能够呢离开这个苦海。因为有这个时机可现在都还没有成熟了，大概还要一段时间。现在都一些那个开荒者这个开荒下种，一直在那边也蛮长一段时间了。只要你太嚣张了，那个公安一定把你抓了，把你所有的财产没收，把你驱逐出境，几年不能再入境，5年，对，所以现在还蛮严格的。不要等到，就回想到我们台湾开始办到的时候不是警察都会来抓吗？警察会来抓，所以那个时期也一样要熬过。那这个时期求道的人，就是他的根基特别好，不一样，跟我们台湾呢，像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时候都是色家清白、品行端正才可以求道。所以留下来，或者有时候看到老道亲呢，都面手就是这一批人。那中间那个很容易求道的那个就很容易流失掉，他不重视那比较经过那个困难阶段的都比较会重视，所以我们了解说上天这个用意那现在会给很多人领这个天命大家要对这个有印象我们有领了这个天命当点完使命任务以后呢，要回去点道的在大陆点道所以不要说一下子就自大骄傲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或许跟老先在一起老先都最头痛就是这个什么点完师的德性都不培养。那老先生说这么多点完师怎么样去这个教导他们这个都是很难。老师一直要求
所以或许才会那个六祖坛经里面会提到说，只要点是德性不够，求道人的根基也不好，那表文都不会升天。所以这个讲出来哇，这个风潮很大，那个时候都有点是去质问为什么这样讲？那可是确实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在台湾，假如说你带着要求道的人去求道，然后文表的时候，表文都没有升天，出浮在香炉的大化里，那个三官大帝没有来接，它等于是那个求道没有效，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就是因为有人他认为他已经求到了，结果表文没有升天，他就云宝师带去开法会。开法会的时候那个主办的点燃师被那个仙佛来接洽的时候，说怎么把没有求到的带来开法会？那个主办点燃师吓得就赶快去问他的云宝师伊讲有啊，有求啊，你什么佛堂、什么所在求啊有啊。结果一调查出来就是表文的升天，这样我们才老先那个时候跟后学讲的才印证表文升天，求道没有效。所以往后你们带人去求道，一定要看表文表的时候，有安尼一股气全不一定欠去。那个有表示三官大帝来接那个表有效，他已经接到第5区，把我们属部的名字勾掉。那假如说是没有没有的话那一定要重求了，你去创去别个佛堂、别个那书去求看卖，看会升天的。迄表若会升天，你的求都拢无效。所以要知道。你现在带着求道，表文没有升天，求道没有效。那你知道这个以后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以后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就已经有问题了，不要说以后。所以我们是要精灵，看看你带人去求道，你就要看看那个等下是在文表的时候有没有一起凑上去，有的话才有用没有的话你就要去想办法，找别个活动、别个点来书，过来求看嘛，看看有没有那个机缘凑合，诚心所感机缘凑合，三大弟子来接那如果说是我们带的人，那我们之前都没有接触到这样子，那以后是本身我们自己，我们带人家去求道赛，那这个我们又不知道，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一些人我们带会怎么样。对所以这个迹象都会显示他有没有得到你在他的那个生活那一些细节当中，你去观察他有没有得到了，有得到了，玄关窍点开，玄关窍点开会有修持了以后会有般若妙智慧，那么他的人会有改变。所以金老师要负责袂使讲讲出来求道都唔管啦。这个是提醒各位就是在往后办道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看看表文有没有升天。假如说没有升天的话，那个求道没有效了。三官大帝没有接他不会拿去那个地狱去把那个生死簿的名字剥掉，不会，他还在生死簿里面，所以他一过世了，到地狱去了。
这个上天啊不会讲情，不会讲人情，哦，没跟你讲啊，你跟我较好啦，啊，我进来你来啦，不会那样的。那你要这些事情怎么办？像有一些，还要自己看着办。很多事情啊，都要当家做主，自己看着办。那林老师本身也是要跟随的。就是你要以后就是要渡人求道，就是要知道这个现象啊。那往后假如说我们台湾都没有人要求，我们台湾会先涅槃。然后现在是东南亚很精神，你要求的话，坐飞机到东南亚去求，到外国去求。你知道可贵的话，那个也值得啦。所以呢，或许就把那个天命啊，就在开头啊，就表明说天命啊是未信，就是明明白白记载，天命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呢就是天命，那个是永远的，不是说像现在0.24领天命啊办到啊，那个是暂时的，是这一段很短时间要用的，以后啊，这个到涅槃就不用了，就不用你这个天命，所以我们要了解，知道这个天时啊。那么天命呢是未信，这个指明人生之本，我们人生的根本啊就是天命，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天性啊之源，人道呢之所有成，人道怎么来的，就是从天命来的。人之性呢，只是太虚混元之气，蓄积啊增减，所以这个太虚混元之气的气啊，跟我们理气象的气啊不一样，这个气啊是在先天，我们那个理气象的气是在后天，所以不一样，所以就写气啊，虚增减，再增减，就是呢。跟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天命之谓性的性，就是一起的，这个机在跟性。那么说即啊称性，我们在讲说呢，既然称啊天之谓性的性，则是啊恒常之说，都是永恒，常住，不会变化的，永远都在的，就是呢我们那个天命的性。那么识这三际啊，这个性天命的性啊，它呢通彻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贯穿整个时空、时间、空间呢，全部都贯穿。那么《圆觉经》呢也有记载，所启发呢，自心呢闻思抉择妙慧，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自己本身呢就是文殊菩萨，然后后面呢圆满自信普贤恒沙功德这是属于贤我们呢自己的本性就是普贤，所以呢文殊普贤就在我们身上那个示现文殊普贤示现在释迦牟尼佛身边那是给我们看，给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能忍其末，然后那个文殊就是我们抉择妙慧，然后普贤呢就是呢恒沙功德，都在我们自己本身之中不是在外面，不是呢外面的那个三圣佛，不是，是我们自己本性之中，所以我们要启发我们自己本性。我们自心的文殊，要呢圆满自性的普贤，都在我们自性，都在我们本身，没有在外面所以引进到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底下就讲头轻之以浊水这水不得不清，然后头佛想以还心还心不得不佛。所以我们整天都是还心所以当还人。当我们整天都是佛心那我们整天都是佛。
所以看我们要当众生呢，还是要当佛？我们自己可以做主张大部分我们都选择当众生了，较侪代志好做，做佛就无代志，去坐红鸡桌顶做众生代志较侪，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呢，当信自心，要相信呢，我们自己的那个真心本心，我们自己的本心就是佛菩萨。所以要知道所有那个成就有名有相的这一些佛都在我们现分里面，那都是我们本心都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就是佛，就是不要怀疑，要相信相信呢自己的那个本心，无依助现就没有依赖。我们呢当众生都有依赖我们依赖这个金钱，依赖环境依赖所有客观的一切。可是我们的佛我们本性佛全部都没有依赖，他都能够呢当家做主，你能做主然后可以发号施令使我们行之作恶整个都在呢佛性的那个指挥之中。那这样呢本身就已经都成就了都已经呢进入这个大涅槃。所以我们呢无依诸性妙慧解脱是自闻识，我们自己就是闻识菩萨。疑心呢无依诸中呢无自妙理，有自在的分别咱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无助的妙理伊有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的，或许他呢各位又想分别心出来了，所以一个小花写了了分明，就是从佛性本体那个知道的那个事情都知道，全部那个无性妙理。那么无性可动叫做不动佛智。所以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智我们本来都有，都具备。那个萨婆罗就是我们的妙慧，奥妙的智慧，性分里面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叫做不动佛智。若心外有佛，假如说呢，我们心外还有佛，有哪个佛哪个佛，很多的佛不明信心，明邪见的。所以要了解说，心外没有佛，佛在自己本身自己本身就是佛，不要再去这个相信外面的佛，要相信本身就是佛，所以心外有佛的话，就不叫信心了，叫邪见人。那么底下一念气真，我们只要念头都没有了。万念都归于一念，一念就是无念。那么无念契入真理离跟智同现那个离就是佛性本体，智就是般若妙智慧，同时就呈现即名为佛。所以只要我们一念契真就是叫佛了。那么一切之佛皆同自心所有的佛呢都是我们的心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所以所有的佛都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真心呢就可以当所有的佛所以要知道呢所有的佛都在我们自心。那么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呢皆同自性，所有的众生呢都是我的自性，所以没有分别要一真法界一念应真三世情境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念头了跟真心相应那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所有的环境都尽了，没有了，环境已经都没有不用劳碌了智无痴梦即佛果这个智让我们都不用痴梦出呢就出生了，梦就死亡
我们不用出生，也不用死亡，已经得到佛的果位。那么性无一致，体无差别。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性都无一致，就是尽虚空的变化界无一致。然后体无差别，十方之佛这个真心也是同一体体没有差别，没有分别。那么以此同体妙慧知佛心及众生心。我们用这个同体的妙慧般若妙智慧知道所有的佛心，知道所有的众生心。所有的佛心就是都是一样，要众生成佛。那么所有的众生心都是贪嗔痴，都是贪念这个凡尘尘垢。所以知道佛心以及众生心。那么如是信解不自欺诳这样呢进入了解的状态不给自己欺骗自己真理玄微，真理呢很玄很微妙非言说所显，不是我们呢用言说可以显示出来。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就是形而上的道以语言来显，用语言明显的把它讲，因言而入因为语言我们可以进入，即是言，不是这些语言，所以语言是工具我们呢就是要知道说，真正的那个最上圣那个形而上的要自己体悟体会。那我们佛老师呢就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所以佛老师讲的就是要我们详细来说得很透彻很清楚让大家呢都能够进入那个呢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么要以身心来体悟了解朗然的向前显现在我们眼前，就是呢只要身心体悟了这一种形而上的道并不是那么困难一下子就可以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悟穿凿异端，悟呢迷陷邪心，那个异端我们呢就是不要去碰触异端以后我们自己走偏了，也会引导别人走偏，所以我们不要穿凿不要自己生出念头，自己生出呢道理那个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要去这个穿凿互惠所以勿穿凿异端也不要迷陷邪心我们心呢知道我们走的正不正符不符合真理都知道。那知道不正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要赶快这个回头是岸。那么固劳斗争就是不要劳苦的斗争就是斗争不是多余的人事的摩擦，那跟道都没有关系所以魔争呢那个都是多余的，浪费生命，浪费我们时间。那么底下讲呢说由相视心，我们从形象就能够认识外面一切的那个形象，从认识外面一切形象，便知道我的心是在活动所以呢由相呢认识心。可是寻相就会伤心我们呢追着外面的形象生灭呢无常，时时刻刻呢都在变。如果我们的心随着相转，心没有主人的时候就会失掉心存在价值所以那个时候寻相丧心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呢在凡尘都会寻相都会呢丧失我们真心。那么知相得心这个存相之心也是相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存相那个心
也是相。那谓之心可乎？可以谓之心嘛？已经不行了，已经落入形象住相就不能说心。那么假如相生心生相昧心昧，心和相勾结，不分内外此刻时候，则此心呢变成另外一种相谓之心可无。这个时候称为他心就不可以了，已经变成形象固定化了。所以我们都活在这一种这个情形下。那么言心呢，就是我们本来的心虚灵不昧介然的独立，它都不用靠什么因缘来呈现，也不用靠什么因缘来依附，都不用它是独立的介然独立，而又呢虚灵不昧非常的灵敏不会呢昧所以这个言心我们要认识形而上呢谓之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言心所以言心呢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乾为父天父我以气，坤呢为母，地父我以形。那么乾坤呢就是天地宇宙妙焉宇就是我我真正呢身躯真正呢很小，我们身体甚为渺小，可是乃浑然中处，就是用整个形而上的道拢以咱这个这小的这个身躯来对都没有缺欠一点点不可知中却得天地呢乾德而居天地之中咱伫个天地这个中咱这个身躯有法度呢，把这个全部形而上的发挥出来。故天地之塞有其体就是天地充塞着天地的一切都是我的形体。所以我们那个山河大地也是真心佛性都是呢如来藏，所以都是我的形体那么天地之帅有其性帅的天地就是我的佛性，所以我的佛性呢就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非常的无上，非常的殊胜所以主宰天地一切之理就是我的本性各位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本性这么的大这么的高。那么人之义与禽兽全在人的生命是理性和道德理性道德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宗全部都具备。因此人性是天地之帅我们率着天地天地咱伫咧做元帅咱伫咧命令整个天地，所以能率性就是天命，率着天命而为是指参赞天地化育就是天地的整个生化演变情形我们都参与其中，我们也都在那个这个整个形而上的道中。但前提是要彻底认清形象是假，佛性是真一定要启发我们的佛性，佛性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要启发运用一定要启发运用。十方之佛唯以大师因缘示现凡尘这个已经成就的之佛就是一大事因缘生死的大事，然后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先向众生的性海这个烦恼中而开发一真法界。所以在我们众生的性海烦恼那个即是菩提所以烦恼里面开发一真法界。我们烦恼里面有那个平等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形而上之道那个道就有这个道在我们众生的身上
那么众生呢，和佛一样，这个呢是开佛之见，这个呢是佛之见，第二个阶段，佛以所证得的佛圣、涅槃、解脱，这个三理呀，来显示众生。所以啊，佛把所证得的那个佛圣、涅槃、解脱，我们众生啊同时都具备，都有。所以呢，那个是佛之见呢，众生呢都是要了解，明白。那么第三个呢，在悟佛之见，领悟啊佛的之见，那么显示啊佛所成就的菩提圆满报身，使众生呢依之啊修习，修道学习，悟入佛之，领悟啊进入啊佛的智慧，所以那个就是悟佛的知见，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一层一层，然后这个最后啊入佛，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么佛知见啊，众生啊皆具，即啊一圣圆中平等的大会。那我们用这一个名词啊，可能就不太能够了解。我们呢就讲说是形而上的道，这个佛的知见就是形而上的道，就是一圣对上圣，圆满充实的那个圆中平等的大会，形上的道。那众生呢别所知障碍而不得显现，我们都有了，都有形而上的道，都有一圣圆中平等的大会，这呢都被我们自己的所知障，我们的所知啊都太显了，它都太那个相对都很尖锐，所以啊不能显现形而上道，显不出来。那么只要呢肯忘念放下，再放下，一念不生呢忘记了真显，那个真啊，那个形而上的道的真啊不显现，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个形而上的道不是很困难，是很容易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之中，那知佛以种种方便言辞啊比喻开导众生，实践为克制私欲，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这个实践慈悲，然后克制我们个人的私欲，我们的欲望无底深渊，要自己能够克制。那么专精意志建立功德，那个专心专一的来建立功德，也就是呢度化众生，同成佛道，共得正觉，这样呢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了，我们也就成佛了。那么众生呢需要自培信心，自己呢要培养自己的信心，树除善根，就是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一直都要种植那个善根，要生子得本，把道德的根本深深的种植在我们的性温之中。那么使能悟入修道的要义，这个怎么样修我们要怎么样超脱苦海，这个呢都要实际去做。那实践了以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上乘佛法就不会丢掉了。那假如说我们有听没有去做，那经过半年就会脑袋瓜空空，上天全部回去了。你有实践，有实行，有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上乘的佛法的调的身躯上帝的爱的登去那么知其呢如何修持建立正确的理念，不被呢这个邪说所惑，我们就是最怕被那个邪说所迷惑了，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听话的时候听到人家讲不合理的，你马上要能够辨别不合理，那个就叫邪说了。好，这人讲仙佛都在推广，叫咱都爱看都爱听，
啊，你无相片啊出来互看互听，啊是要安那去进步？啊，诸佛菩萨伫咧伫咧叫人咧爱来研究，咧讲假，迄话有理也无理。讲叫人袂使烧若无人听，迄个罪过拢搁倒转来咱烧的人身心，有合理也无合理，合不合理？不合理。这个不合真理啦，或者就讲，你烧了100片，有一个人听啊，就够本了。对。 100片有一个听就好啊啦，唔免讲100片100个来听，嘿。那伊就讲叫人袂使烧的，烧无人听无人看，迄罪过人搁倒来本身，面拢会乌去。有这样的道理吗？没有。对啊，绝对没有。迄要甲仙佛作对。我讲他的慧命啊，这个会没有。他要跟仙佛作对啊，仙佛一直在推广。老师啊，南极老仙翁啊，你看那个戏都是推广研究心理心法，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只能多不能少，有无？那个应该要轻啊，跟仙佛讲啊，南极老仙翁也讲啊，你要自己试试，心理心帮助有多大，对不？那种讲啊遐清楚啊，你叫人卖修，人是要安怎去看，要安怎去听？是不是跟仙佛作对？讲出来就不合理。我讲这个话迄个慧命啊，都动了，话很容易讲出口，罪过很大。这个罪过啊，要到阿鼻地狱啊。这个罪过要到阿鼻地狱。我说杀人放火啊，迄互你伤害拢几个人安尼，迄罪过拢袂大啦。啊，这个罪过足大。你害所有众生的慧命登去，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看，你罪过最大的，要下阿鼻地狱。唔通讲安尼，咱现在讲出嘴就简单嘞，袂使阿白讲的，回向佛法都是阿鼻地狱，很厉害的。我唔是咧鼓励人去打办会，因为台人办会拢嘛是几个人安尼啊，互你害拢少少。啊，你了的机会足紧啦。啊，你要了这个众生的慧命，你怎么了？大家无接受到的时阵啊，无法度改变，是不是你害着？因为你讲这个话，人家不烧了，所以没办法看，没办法听，所以要马上辨别，因为无法律，这个不合天理，要下地狱的。要知道，我马上知道。有人安尼讲，这个天谴。真的要到天谴，你讲人咧讲的时候较对理，不能那样讲的啦，所以要建立这个正确的理念，不要被这个接受所迷惑，这个我们形象都是假的啦，变个好看是大家爱水，大家嘛拢袂对无，乌球什么要紧，咱拿来印度跑个乌球，印度敢会白？欧式呀，欧式。形象都是假，好看当然好啊，不好看也没关系呀，不在意，不在意那一些。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建立正确那个理念，要有担当。那么真如离体呀，离言结师，那个。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体啊，叫做真如离体。他离开言说，袂当讲啦，叫做知者不言。所以离言，然后结师啊，就嫌想啊，袂使想都唔对啦，用想都唔对。那个不能想的，要你自己本身亲证悟，才是真的，不能用想呢是那么不以思量分别相应，不能够思量，不能够分别心，那个都不相应的。亦不以思染法相应。我们完全所有一切都是染法，都是染污了，把咱的佛性把咱感染的都污染，
污染佛性，所以都不相应。那么除尽啊，即妄心分别，我们妄心分别都除尽了，则真体如如啊，真如离体，不立一法，放下万言啊，使能契入，一定呢要放下呢所有尘缘，完成的万言啊都放下，你就当入去啊。那么起心啊，即错；动念啊，即观。不要起心动念都离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心行处内啊，原理道断，想都不能想，讲也能讲，叫做不可思议。那么知一切法呢，离说，无有能说可说，离也说相，无有能念啊可念，即离啊心眼相。心的攀岩也不可以所以心不攀岩。那么了达一切呢，言说呢都是相，即非言说，那非言说就是现，没有言说啊就是现。那么言说呢性空，言说出来的性都是空，说无能说所说，没有能说也没有所说。那么说即啊非说。那么呈现的这个状态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佛说法49年，自然说，努力说，无问自说，入涅盘前啊，弟子问如何处理呢？这49年所说之法，那么佛呢他就讲，我49年一个字也没说。所以假如说我们用现象来论的话，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妄言，因为讲到遐久来讲，伊一句都无讲啦，是不是在讲妄言？那佛他不会讲妄言，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所说的一切都从现海流入，自然流入，它自然流入，它没有能说，也没有所说，不落入人事，不落入想象，全部什么都没有。那么菩萨就问，以何根据作如是也？你安尼讲是根据什么？讲遐骨力，安尼讲甲一枚一厘刀安尼写咧安尼足久才写会完的，迄个涅盘经，我才写书就已经写1年多了，所以要了解到他很努力说了，可是都是从性分流入，没有能说的我相，也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佛就回答，以2种法都如是说，所谓的本质法以及呢自证法。各位拿到一定会奇怪，怎么那个画的都不一样那个就是印刷厂老板这个太粗心大意了。我们印面印一个方向，然后印好的时候那个谢姐要付钱说头家你哪给我印啊？头家讲歹势，安尼这样免钱。所以我们是买单都不用钱。所以我看的话呢，都多转一次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说的本住法就是我们本来性分之中它就有，咱的本性内底伊就有叫本住法，以及呢自证法，自证法就是一经过那个一笔为迄个实性实质然后实行实为相释迦行实地，一直到等觉，一直到佛，这样那个自证法，一个呢是本质法，一个是自证法而此2种法呢，皆是形而上是谓道的道，就道。所以或许都把这个形而上，让我们都很亲切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能够去体会到它是很亲切的向上一早千圣不传。为什么呢？向上一早千圣不传，因为到
最高的一个层次啊，就是你要自己本身去走去整，别人没办法让你到达，迄看脚看手拢看袂到啦，爱家己行才会到。所以这个向上一早千声不传，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百尺竿头会更进一步。那我们为什么不敢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要够想要去挺，有所依赖。你这么哪个更进一步就害啊，都爱放手啊，放手袂使个起个百尺竿头，袂使跳啊，袂使依赖，就变做走路空啊。咱拢会想讲我放弃都摔落就死啊，唔敢放。所以咱就无法度去自证。迄摆这个一放手了以后，刹那见全身，那个平遮啊，火爆身啊，全身都呈现，那个叫自证法，自证法呈现，就是证悟空性，空性自己本身证悟，所以虚空无为。整个呈现叫做自证法。若有能说所说即是生灭，人回法。那么佛是现在凡尘不会传这个六道人回法，他都是要众生能够成佛。那么了知一切的心念即非心念，念无念。念无可念，念即非念，知妄即真。所以这一呢，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那个念，念就是佛性本体呀。这个在心理心传里面才有。老千的人都有教人家练毛笔字各位前人练毛笔字在练什么？就是练那个定力。你在念的时候这整个天塌下来你都不知道，人要把你那手中的那个笔要抢走，抢不走，点就暗了就是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个毛笔尖把那个字就能够描绘来，就是在心内定力。所以我们在研究心理心法那个定力跟那个天塌下来都不会影响差很多了。为什么？你是在创啥？我们很容易被那个外在的事项引诱，而且不知不觉，咱去有怪异怪到唔知。等下回神都转来有是拄则咧讲啥？已经不知道。因为或许在老千身边老千知道或许都国民校没有毕业证书了，唔捌要叫他练毛笔字，怎么办？老师跟或许讲说，你现在还有打坐吗？说没有了，您老。自从那个民国63年见老千说现在打坐，被他骂了一次以后，就全部没有。到那个时候已经77年，老千记性很好，他不会记。你今晚在打坐，我没有了，没有。你现在可以了，我现在可以了。这个白天说可以，晚上我就做了。我这个不做还好，一坐下来，因为那个天佛也有7甲半的地，它种了很多一些花花树树，
我哪个地方还没有去照顾到，一打坐就去想到了，要去做。我说我这些工作拢还没做呢，我起来过来做。不打坐还好，可以睡觉了，一打坐就要去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打坐了。不然以前我都打双盘的，打坐的时候双盘的，可以坐都很久的时间。我不鼓励啊，因为行住坐都可以到达定，那个才真正的我们要学的地方所在。所以这一边这一行第三行都全部心念就是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这一行这一行全部在佛性本体，无说无念是名随顺真如，我们能够随顺的真如，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已经到无说无念了，蛮高法门的时候才叫随顺而已随顺的真如。那么当知一念离言说外非无真如，就是那个念里面就是真如，言说里面就是真如。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前面讲了一直否定后面一直肯定。所以你要取舍到底是要取呢还是要舍，就是要看我们那个心是要取的时候呢，还是要舍的时候。像六祖在回答那一些机缘品回答所有他都是讲相反嘛，都是讲相反。所以要知道，就是要去掉我们的那个固执的心为什么要相反？因为这个两道相应生中道义，来去相应成中道义。两道相应，两道善恶两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生出中道。然后来去白天夜夜一来一去就成中道。所以白天跟夜夜不会在一起。白天来的时候，夜夜去哪里？夜夜来的时候，白天去哪里？都在当下，白天也在夜夜的当下，夜夜也在白天的当下，都在当下。他没有来，也没有去可是我们看得像就很明显，有来有去白天就是光明来然后呢，黑夜就是黑暗来，都一定有来有去，有来有去，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像所以我们看的像就是假象真的它都没有动，如不动，它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那个第一次那个舍利佛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对谈说千年暗示一灯就能破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问舍利佛说他已经住了已经有这个1000年的时间，所以他不愿意离开。舍利佛还蛮聪明，他不离开不行。然后我就问他离开了哪里？接下来就是你想的一步，再想不到2步所以我对那个印象就很深我有时候我们想就想到一步，再下一步就忘了所以就跟我们讲，我们生的时候从哪里来死的时候从哪里去我们又可以追溯到这个道理的延伸生无来处死无去处既然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常住常住不迁就是我们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就出来了我们住相有它就死去经过摳摕去戴
他说有啊，我生啊有啊，我等你考。有来有去啊。所以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数在。你了了没有来去啊，没有在。全部什么债都没有。可是你未了，你的还心这么浓，还7股6步啊起码是较少了。所以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真理它的所在。我们虽然呢这个已经有研究就是佛性不生不灭，可是我们都没有去体会它怎么样的浅显。所以要切切实实要能够万法下一念不生，去摸到呢佛性的那个本体之后你才可以说把这个生死的相完全去掉。这个借着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细会，就爱用的了，我拢还一样。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就要把这一些都还掉。他已经走入那佛性在支配我们的四天眼动。这样的话以后死了没有关系，要怎么样处理都没关系啦。迄袂讲拢去顾条条。所以假如说这个没有修到伊若死的时阵伊拢会顾条条对。所以你若看迄青手死的，迄个所在拢真歹看迄都伫遐咧顾啊。即摆看倒一个较假的，就较掠交替跳车弄死还是迄个伫遐水淹死迄个毋是寿命都该正宗的时候他死掉，叫做青手死。可以学一句就是不正命而死拢做青手死。车会死水淹死还是讲形容迄个心肌梗塞伫咧半路的船晕落去死去，那个都做青手死。青手死咱若顾及对无？咱就点样顾啥？看有你倒爱人来掠交替，看伊来顾，伊才会当归路看是家属咧甲你拜，甲你保请，还是讲要归落去地狱归落去地狱较安稳，你才会当离开这个所在，离开你青手死的所在，会去掠交替。对啊，所以假如说有修道呢，他都唔惊啦。为什么？你修道人钱官有那个花量累积善能够周遭一些护法。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都有护法那个护法神在，让我们来给人护法保护我们在完成的那个生活拢有大家拢有，只是我们有的比较较低，个较明显，有的比较较轻微啦。敢若迄请人咧看囡仔，你若安尼出诚济钱迄个囡仔甲你看足好势。你若安尼安尼要揽啊唔揽的放互伊放有才惨。看了就无遐尼顶钱。所以我们了解说完成这一种现象也是蛮多的。他尤其现在提倡自由，多一些死亡的人都没有到地狱去了，就在凡尘。我们说死亡不可这个能过不来嘛，不来去嘛。那个地藏王菩萨有讲，他要承受那一种那个阴阳变幻的苦他就可以不来他现在凡尘蛮多了，所以那个地藏王菩萨那个鼓励我们晚上尽量不要外出，较袂去鬼摸去。
因为了解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要入灭啊，娑婆世界的众生交代给那个地藏王菩萨，讲你来过这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那个地藏王菩萨就转世六度出来教导，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能够修道成佛，这个因缘就是这样来的啦。所以跟我们都很亲，地藏王菩萨的因缘。那底下还蛮长的，讲不完啊，剩下5分钟而已。你要不要发表一下心得？给人机会。不是啊，就是你要带动大家。我引用你刚。不好意思，其实你们想上台都可以啦。后学讲，我跟了3班，今天是第3班听这节课啊。那后学是觉得，学讲师真的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其实我们的程度、我们的因缘都还不到这样。学讲师一直想帮助大家，所以我觉得刘讲师视线真的，我们慢慢去思考，真的让我们明白。其实我觉得他的道在行制作都表现的真的是，会是很感动啊。是要每个人自己去亲证去感受。那这个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后学是觉得，其实后学现在是我觉得我的知觉性，我那个觉知比去年有进步。去年我才会冒出来，现在是常常那个觉知会出来。然后不该做、不该听、不该看，我就会那个当下就会知道，然后现在会很享受在那个当下，可是也是不行啊，程度还是不行，所以是我那个觉知出来，我其实我现在都过得蛮快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个觉知让我觉得常常在拔起当中。那当然，那后学看这篇。其实我第一次拿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是看50%。那我今天是想说，这一章是不是我的真心佛性也这样在这里面嘛？性无所不在，尽心用法界，我的佛性也在这边。那我觉得我的佛性，你看我第一次摸到这章，我是看50%。我还像我们那时候刚听到真心有讲这个课，是不是也才涉略一点点？那这样啊，然后我看第二篇变成70%，那我现在觉得。其实我看了他3、4遍，我现在完全懂了。其实像刘讲师刚才上课，我有的时候也会闭嘴。那我第一次听，我没有看，我根本连刘讲师讲到哪里，我还在找。所以我觉得，真心佛性就是你慢慢去拥抱他，去跟他在一起，真的就会很快乐啦。那这个，我觉得每一字每句都很宝贝，我个人的感觉。那当然后学程度还不够，只是觉得真的很棒，刘讲师真的很棒。其实我们觉得要感谢同玉公他们睡觉，我感谢他们睡在一堂道，真的，你看我们受惠这么大。这个真的是，真的刘讲师真的很棒，写这一章啊，真的跟菩萨写的都很像。谢谢各位前辈，谢谢刘讲师，谢谢。老师，您刚刚讲那个最前面那个太虚补气，气虚真气，那哪个太虚补气？刚刚老师讲到其实整个先天的对，所以整个气象是后天的。对，我们气象也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像后学的认知，以前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在跟这个道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既然是称理呀，那个理，它就本身就具备了，它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具备。就先天后天都具备。对，都不管是先天，不管是后天，不管是我们有人居住的地方，不管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它全部具备。所以那个理，它是超越我们所知道的范围。所以我们讲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假如说我们有看过宇宙探寻就知道那个虚空是非常的宽广。
那呢，这个虚空之间的行星非常多，而且都没有像我们地球这样有按照轨道在运转。它那个都乱碰的，那个行星它各个都乱碰，就是乱飞乱碰，没有一个固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呢，那个本年太阳的气就是在那一种状态之下，没有规律，没有一些像我们这个凡尘能够这样的安息乐业。我们的凡尘因为有太多修正者在扶持，所以我们众生都能够安息乐业。那么超出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范围以外，没有那个活菩萨，没有成就，没有修正成的人在扶持那个都不可想象，都不是在我们那个想象之中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很多都列入不可思议，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些情形。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因为有很多修正者他在扶持，那我们也了解说这个所有的都有太阳轨道、月亮轨道、地球轨道，都循着自己的轨道在运转。那有时候有一点偏的话才会危险都是正常的现象都比较多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了解说修正者在扶持众生的安息乐业。那我们一样也是等到修正了以后我们也会去扶持这一个众生的生活的地方所在。就像那个荷兰不是在海面下嘛你看那个一有危险大家都合理的来挡住那个接口那个水的接口让那个人不会被水淹的。不是有那个英文那个课本里面有这个故事嘛就是那个样子他们都会去扶持他们的国家。今天我讲的那么紧张要越笃定才对难得的机会了跟大家结缘他也把那个里面的那个感想也讲出来让大家能够了解说修持的一些过程。有问题吗？各位先生，要问才会进步感谢呢各位先生也会学几位学长。我们上次讲到反面的第三行，对不对？对。有要有讲义看才会详细。没有大家再拿一张没关系。有没有？这个要跟那个34遍一起看，34遍看过后再来看这一章。这个是那一篇的延伸嘛，因为34那一章到贵山在讲的时候，那个台南同一工人都打瞌睡，然后写说怎么这么通透大家都打瞌睡，所以他们没有打瞌睡就没有这一章。还因为打瞌睡或许我才在补写，把那个里面的意思讲得更透彻一点。因为我们讲那个形而上的道很不容易了解，可是我们了解了以后会感觉讲足浅的，原来真理就这简单，有没有？你不是看了很多遍吗？有刚看不懂，要一直看才看得懂。对，就是那个形而上的道，就是真法界真如。他或许把那个程度已经拉到最高了。回去看那个以前的讲义那个整本的《道德经》那个讲义才知道说
以前讲的很低啊，那程度很低，都是在人事方面在摩擦，人事方面在用心在勾心斗角，然后在形象那个分析都没有把那个形象来源交代，所以看了讲的跟看的竟然差别很大。我说以前看讲义讲都不会讲到这么高没有看讲义讲竟然讲到最有劲所以我们以那一片为主要，所以往后你假如说要超越要想达到究竟，想说修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成就，就是那片34片跟这一章2章合起来，你就会知道说整个天地的秘密都在里面。那假如说看讲义讲，假如说呢是按照呢我们旧有的习惯来讲，都不会讲到那样，不会有。所以等于是已经把那个天机全部都泄露了。所以他捌的就捌，唔捌就唔捌啦，唔捌的搁较看嘛捌，那都同款也无什么分别。那个就是无心追求，你有心追求，那个只有第一句知者不言，那一句就已经够了。那第二句言则之就是讲你搁安怎讲，搁安怎讲，你只无法度了解这个一真法界，无法度了解形而上的道，你就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个第二句所以那个把第一句已经全部都泄露了，讲得足清楚的，难怪大家都睡着。理解孩子，感谢他们，有睡着才有这一章。对呀，按你那片看了再来看这一章，更详细，更透彻。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是我觉得你写的这么好程度这么好，可是我们在行著作有时候要把这套来我的行著作，好像还是远距离。因为我觉得划那么高我们那个习人又当然听着是有进步的，只是还是习人还是蛮多的。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距离。那个是当然，因为我们那个六道轮回已经千万世，对啊，千万世别六道轮回，所以养成的习性，跟那个气禀之线都很深根蒂固。所以要脱离这个习性跟气禀之线一定要自己下决心，要李祖书讲的诚恒坚，要这3个字，对，要自己认定所以不要被手之障跟那个烦恼障障住了，因为手之障就是障碍自己，我们的手知障碍我们自己，那我们把那个手知去掉，不要有知，不要有能知，不要有手知，这样就会进入形而上道真法界。不是困难，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心。有心你把整个旧的那个习惯性去掉，不要，然后重新建立整个思守都是真理，这样的话也会养成习惯。所以我说我学了2个月的楞严经我就养成那个晚上不睡觉的习惯了，到现在都还一样，12点醒过来，到6点才想再睡，才2个月而已。我就你不说万年万下很好睡。我的万年放下境界更不一样，所以要了解到那个精神更好，那个都有层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领悟到了还要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你假如说
一做再做，一做再做啊。般若妙智慧一定有，有般妙智慧啊，你来应付凡尘的应对进退啊，绰绰有余啊。要了解说的般若跟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的聪明啊，完全不一样，都不一样。因为般若它是一个绝对的，没有相对的。那我们聪明啊，一定是相对。你都不肯吃亏嘛？你不肯吃亏，有吃亏的一面啊。你说我拢无吃亏，去吃亏的后边，你家己唔知，都有，因为相对嘛。有占便宜就有吃亏，它一定同时存在。那我们般若是没有，般若它是一个绝对，没有相对，没有是，没有非。它没有是非啊，我们在处理事情啊就不一样。我们有是非啊，我们有企图啊，有企图我们就有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就这样六道轮回啊，就是因啊从这里来。你没有了，全部都没有相对待，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是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那个事来则应啊，是符合真理啊。有时候一些事情来，你全部都不应，那个叫正应，正确的应对。你拢逐项去插啊，你家己烦恼，愈插愈唔对，愈插愈灰。刚才你咧讲啊，灰灰呢，无清楚啦，灰灰。那个灰灰那个不是说事来则应，那个应了唔对，应的时候很清醒的，符合真理的，不符合不应，不落入私心嘛，不落入企图，这样才真正的到达绝对体。你绝对体一出来了，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啊。我们不攀岩。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攀岩，爱人好，爱人坏，黑拢攀岩，那个都不可以。人好人坏是人的代志，我们不能去攀，攀就该夹做伙，该夹做伙一定有代志啊，怎么会没事？都有事的。所以就是要了解，在凡尘事啊。要把它先确立，这个是凡尘是不够，要去掉。可以讲是，我们这一章之前有谈到说，就是说要进入那个形而上的这一个境界的时候啊，必须要把这个人首先把它打破。那我记得以前刘讲师你常讲一个句，就是让我们在修行里头能够一个分别清楚，就是说不在那个所见分别染尽，但与人见讨的消息。从这一个地方这一个所见跟这个人见，跟我们这个人所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境界、一个程度的一个差别嘛。有，因为那个不以所见啊，不以所闻去分别染尽。但你能见，但你能闻它的消息，那个是一个入手。你要入手的地方就在这里。入手了以后，你已经不在所见去分别了，在能见注重了。这个能见你注重了以后自然就达到一个专一。专一就是神前我们中不是神善吗？神善就问题很多了，我们烦恼也很多了。我们先把那个神让它齐全，齐全以后就专一，专一以后才可以进入形而上的道，是有程度的，不能说你还没有做那个但你能见讨个消息，还没有这个功夫的时候，你一下子要形而上的道，你摸不着。就摸不到了，所以要从近的入手，所以近的入手都是在开头就讲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最近的。
最不做的，而且是我们最容易忽略。想讲呀简单呀就做，就因为这个观念害死你了。不做就是不行，就是你要做，观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样呢，先把那个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的一个轮廓让它呈现。呈现以后你再继续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才能够你掌握到。你若无做完全无法度了。我们明心的心都是跟人相对，都是六识心那个六识心变化无常，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心。因为咱咧用就干那迄个呢唔知讲一个迄个看袂到的真心嘛，不知道。那我们现在一起了，原来它有更深入的，而且很深。你越追求它越深。要到达你真正的能够全发挥那个般若妙智慧大概都要几十年了。我是不说为什么说出来讲哎呦要顾那个安那修就会懈怠就会无力，所以我都不讲。你开始做你家己懵掉你家己都病。你若懵到你就怕病，欢喜充满了，对不？你若无懵到的时阵，讲啥拢无效。讲是讲，文字是文字那个真正的要做。现在都爱做。有层次上，我们领悟也有，领悟的深，领悟的浅，修正的深，修正的浅，都有差别。不做都功夫，你只要肯做了就有功效，都会呈现，我们都可以体会。你有做了就不怕再失去了。你拢无的免偌久就拢无了了啦。讲24年真久呢，是安那会地外后边那会无几个。我想说身体不好，找一个来顶替，找都找我。各位想想看，你要来顶替讲你讲得出来吗？虽然我说2个小时就可以把30年的经验全部都讲出来，可是那个是一个表皮而已真正的里面我是点点滴滴的，30年点点滴滴按那累积下来，那个跟2个小时听来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心，只要你肯用心我们都是累世有修，你才能够听到这个上乘佛法。你累世无修，你做不掉，你来一天2个月不爱来听无无迄个根基听无要创啥？你摸到了咪咪唧唧讲嘛去。以前在埔里的时候，有迄大土城，有无？成天禅师迄个土城。去埔里。到埔里去听课，你看嘛，所有那个坐火车到台中他再转车转到埔里，每个礼拜呢，你看你敢袂？载得我很远的送呢，火车坐到台中，这个伫台中坐去埔里，不然就是有人坐那个游览车在教课的都安尼坐，就这样。我在那边讲，他就每个礼拜下去听，过了。我们大概一次2次可以的，因为这个长期那个车钱免讲，那个艰辛真的是很可嘉。我想是，你能不能？我都一直在想2句话，都是那个自须己守净土，
万物作焉，无以观其父。然后跟这一个二道相应，生中道义，然后来去相应，成中道义。那我都有时候都会把成中道义这个来去相应成中道义，把它跟那个万物作焉，无以观其父，把它也要快接近画成等号。但是我知道前面那一句好像它进入的一个角度不一样，他想就想没出来，麻烦刘讲师给我讲，谢谢。那个16章到了第16章啊，那个自虚己守静笃，那个是要我们做功夫呀，就是自虚守静。自虚守静的时候，我哋咧讲的万念放下，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万物那个生无以观其父，那个是说我们静下心来以后万念都放下以后，已经静下心来了。静下心来以后，你才会体会说天地的万物生不息然后万物作焉，拢伫咧伊咧变作，万物变作，拢一直咧生花一直生花它一定你看一生出来布芽，然后大长开花结果，过内底佫有籽佫落咧土的，佫甜佫生花，佫开花结果，也反复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是要爱互咱了解这个循环，天地循环的道理跟那个来去相因成中道义。那个来去相因，因为我们看万物生的就是来，然后万物枯萎的就是去，它有来有去，可是它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来去来去已经相应，有这个因就成中道，完成这个中道。所以今嘛生出来开花结果，籽搁再生安尼搁来甜，搁互伊生，搁互伊开花结果，这样循环往复。所以它是角度不一样，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佛性里面它具备这个如来藏，如来含藏万事万物，它万事万物都一直在循环往复，都一直没有来也没有去，可是呢它已经具备呢那个生机都在。所以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是要去体会它那个生机，它那个天地循环往复的生机，就是咱佛性它里面的功能作用。就是它16章一直到56章、57章才它到会章那个是讲人，那个16章是讲物。万物，所以人跟物老子把它分开讲，那个相是不一样，可是它的理是一样，道理是一样，就是很珍贵中道所以在到贵章的时候或许就把它提高到形而上。那形而上你看虚灵一团，就是佛性的本体，它虚空无为。虚空无为，无为的虚空就是佛性本体，咱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已没有名，也没有相，没有形象，也没有身。可是我们把这个虚空已经划分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已经划分十方，就有名就有相，然后有名有相，我们把它固定，然后这个底下。这个十方的底下，它有万物。那万物只要有一种，就有一个名，就有一个相。我们看到这个万物的相，就一定指这个名，把它固定，袂使讲唔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固执
我们的质啊就是这样来。那假如说你从这个地方回归到形而上的道没有形象，它有什么名？它有什么相？都没有，没有名，没有相，那个才源头，是我们源头。可是那个源头是体，落入有名有相是用，啊有体啊就要有用，啊所以它虚空无相啊，不拒绝啊诸相发挥。佛性没有形象，可是佛性呈现的万象啊，佛性都不拒绝。啊不拒绝我们就观察它的生跟它的灭都不会超过100年。那在我们的佛性本体来讲，100年是很短暂；在现象来讲，100年是很长。所以我们不要住相了以后，离开相就会回到佛性。所以离相啊，名佛。你只要离开不住相，你就是佛了。为什么？已经活泼圆融，会运用你佛性本体，然后发生什么功能作用啊？你都了了分明，安尼啦，好了解了。没有合在一起啊，可是也分开啊。那两道相应是我们相对的，凡尘说相对都是两道，有善有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相对，那个叫两道。两道相应，一定会生中道义；来去相应就成中道义。像说白天来了，黑暗就去了；黑暗来了，白天就去了。它来跟去来跟去，它拢也无变，它拢伫的啦。迄时间迄相改变，它的本体都有变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是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形。就是天地自然的运作，佛性的功能作用，你懂我？知道了就好。所以不要去攀岩，我们攀岩了就是违反自然。它本来要凋谢的，一个安排，这个有昼有为啊，再怎么样它还是凋谢。它顺自然就好。那个经走的悟道记啊。就随顺誓言，就无挂碍，没有挂碍。这个随顺誓言无挂碍，如果太随顺，会不会让人家感觉我们很无情？太那么你攀岩是很有情嘛？其非其实啊，这个。那又角度不同。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喜就是看人家得到很高兴，随喜。没有嫉妒，舍是你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予人，不求得报，不同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那个我们说无情，大道本来就无情，不能修人情道没有抒情情是抒情。所以你的众生他面对的一些。譬如困难还是生病重大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因缘对他本身，对他本身所造的那个果报，伊伫个类似所讲的，爱今嘛咧接受果报，他说接受果报，他应该去承受，欢喜心甘愿受果报的料。我们一般都不甘愿不甘愿就掉嘞，也不了，一生都会很坎坷的。他说我们不要去攀岩，要他好要他坏，那个都不正确，他自己会好自己会坏，不要你去关心他有他的命，不是讲你那个不理你就会死啦，要死赶快死，要死还是爱死。哪死才了解？成年已了。你这样缅甸还世间的煎熬，你在凡尘都要煎熬刘讲是，你说凡尘煎熬，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死呢？都不想死啊。因为贪
贪念成垢。但是对一个生病的人，他也想死啊，对呀、难过。对，生病才更重视他的生命。对。就是因为贪念产成。有法度做的时阵啊，伊拢无做，所以生病的时候会后悔。一生病的时候，我哪来做什么真好？等到好了又忘了，又忘了。当时后学有感一下哈，那个不攀岩哈，是不是上人说会不会各扫门别血，先管他人马上爽，对不对？那个对比较讲是就是你自己的事啊，自己把它管好就好，别的事啊就不要管。你连别人的事也要管，那个叫攀岩。他攀岩就违反自然，跟自然不相合。他本来应该怎么样遭遇啊，应该是要受苦。他为了你攀岩他的苦啊都减掉了，结果他账都没有了。你害他，再还成要久一点。你害他，下一生再来。那个都是攀岩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攀岩。可是我们不忍心。对。忍心那你就替他去受啊，你就发愿替他说你的病拢来我担。你不忍心你就这样做啊，讲你的病我给你担。只要你发心，你又有在修道，你一讲话就准了。讲其他伊所有的债务啊，拢为你身上去。安尼就因就袂讲歹心。个人有个人的那个使命任务了。他这样跟阿罗汉跟菩萨这样子会不会？那不一样。又不一样。因为菩萨呢，他是要众生也修成佛。他那个阿罗汉他是只有顾家己就好，管别人需要了。后学意思说这两个刚刚后学讲的，是心态问题。对，那个不一定说当菩萨了就一定这个心地很好。可是他是要众生能够修正成佛，不一样，那个心态不一样。这攀岩的部分可以说，你如果何以这个佛性本体的这个，就是何以这个理则上面的，就应该可以去帮助他。那个正当要，对不对？那个不算攀岩。对啊，你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是攀岩。当然是这样，不能。这个我们看到急难，然后我们救助，那个是正确的，那不是攀岩。就是符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为攀岩是进入我们私心私心的希望。对。你私心的你对他好，私心的对他坏，那个才叫攀岩。对。是假如说是公的是对呢公众事务的或是对呢那个不是个人的事情，那个都不算。所以我们要把它厘清，不能都混在一起呀，混在一起的比较菜米啊。不能喜欢吃啊，又把它拿来做事。还有吗？没有，我们开始讲了第3行，说了知了一切心念即非心念，念呢本无念，所以或者说这一行就是呢在讲说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心念，念这个时候那个念就是全部的念都没有了，全部的念没有，就是我们的正知正见。那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说佛的知见，就在这一种状态之下呈现，所以呢不是心念。那么念本无念，念无可念念即非念，所以这个一直反复在讲念的那个本体就已经是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凡人在用的那个念
是妄，我们知道那个妄就已经回到真了，所以知妄即真，那底下第4行那个无说无念，因为呢无说无念都是从佛性本体出来，有说虽然说得很努力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很努力的说，可是涅槃时候弟子说怎么来处理49年所说的内容，所说的这一些话，他说我一个字也没说。那假如说以现象来讲，佛就是妄言，讲到要拍平个讲起就无讲，这个就是称性而说，从性分发挥，没有能说的我相，也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就叫无说，然后无念。无念呢就是没有我相，那个无说就是没有法相，没有我相，没有法相，那个就是全部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一般呢都很少能够达到这个状态，拢是咱家己心底有目的，有企图，所以呢这个叫是名随顺真如，那么底下就讲当就是呢要称离而知，离念离言说外，别无真理真如，就是念头就是真如，言说就是真如。可是这个时候的念头，这个时候的言说全部都是从性分里面流入，没有相对的，这个很不容易没有相对的话，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用呢圆满的音声圆音，圆满的音声来说，那个就是没有偶像，没有法相，不容易，就是说的人他对这个真理一定是透彻的了解。那么以不变呢随缘，不变呢就是体，随缘就是用，所以我们大部分就用即道，即就是不变之体，道就是随缘之用，道常即即而常道，那样呢就是有体有用。那么是故起心动念无非真如，所以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都是私心那为什么起心动念会是真如？就是因为已经进入到那个真心的那个程度，跟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不一样。平常的起心动念都是私心，都是企图，都是勾心斗角，那个不一样。这边呢就是我们有说那个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呢起心动念就是神动而天水，起心动念天理跟着，所以都是真如。那么众生早有，我们都早已形象，以为实有心念可得，以为说我们那个心念实实在在有可以得到，实有言说可行，可以来形容，即是呢违逆真如，跟真如呢已经相违背了。那么既违其性，云而可入，已经违背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呢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佛性本体了。若要呢证入真如必须离念，离开呢我们凡尘的那一些六识心，所以这边的念跟上面的念又不同了，上面那个真心的念，下面呢是世心的念，所以一样的文字，不同的意思，我们要能够分辨，看得要知影。那么当知
离念呢非是啊，将其心念断除啊。离念不是讲把咱的心念断除，那个六祖明明讲啊，不断百思想，百思想啊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不断掉它，一定都还在啊。此悉呢，了知啊，妄念本空，就是要空其成见啊，把那个那个念里面的见那个成见啊，全部都把它空掉，这样功夫啊，我们都成见啊，空不了，而念呢，实无可离呀，那个念本来就是佛性本体，怎么可以离呀？就不用理。只要我们把成见那个见那个有形有相的环境我们空掉就可以了。那么当体了不可得因为那个念的当体都了不可得不可得处呢怎么得？那个是永嘉大师讲的，说不可得的地方就是最奥妙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用心就会了解意思。就是不可得，是地方所在即形而上的道。不可得的，那个地方所在，就是形而上的道。就把它表现出来。一般不会，你自己去体悟，不会把它写出来。那么即是呢，真如，即是一真法界。真如呢，假诸言说，那个假就界，真如界的所有的言说，而说无分别义因为真如没有分别，把那个没有分别的那个真理义理都把它说出来。一呢无能说所说而说，说即非说，文字性理所以讲到这个物质性理或者又想到那个上圣的那个四季记那个观现象犹如虚空，观受呢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暗有名字，名字性理，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就是在这里文字性理那么当体即空当下呢都是空的。那么知妄消妄，所有的妄都消除了，都忘记了，不真呢何待？真一定跑出来了。所以只要我们努力把妄的去掉，真的就会呈现。只要妄念一空真如之体自然而显，就会显现出来。一切之法呢，为是自心，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无有能见，亦无所见；无有能说，亦无所说。所以咱就了解这个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就是这样。见佛闻法皆是分别，拢是咱的分别心。一真法界呢，无有分别，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分别，所以佛看待众生也是佛啦，没有分别，所以成佛。那佛看众生呢，身份地位很高，有的身份地位很低，有的很有钱，有的都没有钱，可是佛看呢都一样。那个有钱没钱是你的福报跟业报。那个佛看呢没有差别，只要你那个报完了，就又回归到佛性本体了。所以佛没有分别心，所以成佛。那我们众生呢，因为有分别心，所以就当众生。那么不起分别即能见佛。形而上的道，就可以见到呢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整个都是佛，所以呢，我们之前都一再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
有所见就有能见嘛，还有相对待啊，那个就不是见如来，是邪见。你若无所见，就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真实的见你如来。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之中没有能见，没有所见真的整个都是见到如来。我又有一个问题。好。那个我之前在这里有谈到一个不行分别嘛，那我们也都是要朝着这一个方面去做，尽量去做，也要知道说那种它的一个理是怎样。我们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分别。那因为接触了一个很多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有听过那个庙头里面都有一个知客师。那知客师他也是等于是在修行当中的一个人。那一个庙里头当然也有个住持，那住持所谓的一个方丈，他的一个修行的境界会更高。那知客师他是在应对外面所有的一切嘛。然后知客师，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他会这个中间他会露出一个端倪出来，就是说像有一个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好像对联一样，他就说泡好茶，然后请坐，请上座。然后这一个就是因为由于我们住在现象里头，在看这个知客师的一个所作所为。但是如果像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一个程度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这一个现象所有的一切，所以才会有这个分别的一个存在。那是他在知客师的一个应用，我们反而会怪他说，他有分别心。那这个情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告诉现象界的人说，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子自屈悲屈，对，自屈悲屈，我们怎么去告诉他们？还是真理欣喜吗？因为有一些呢，就是借着很短的一些来炫耀自己的那个知识领域很宽广，那个是有炫耀成分在那一种心态就已经不正了。那我们对这一些不用分别心，用了了分明就好。了了分明，了了分明跟分别心不一样。我们用了了分明。那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你的信息，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去用了了分明的一个。那我们怎么去告诉？就是说，怎样去引进这一些在现象里面说，告诉他们说，我们有这个了了分明呢，我们不要去分别，然后慢慢把它熏习，慢慢的把它引进来，慢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爬进来，怎么去引？这个导师不要用心，就不管他。你想当老母，我就知道。当下没有那个心。对呀，不用我们想这个教育天下来，我们度化众生我们就尽本分，能说多少做少算多少，不能说要一定要非常宽广的告诉所有人那个有分别不行，你要了了分明才可以啊。所以当他们在愤愤不平的时候，你就旁观就好。要不要安慰？要不要跟人家安慰啊？你也想当老母？就是重在有时候至少我们跟他安慰，让他比较痛快。你要看现象啊，你越安慰他越哭。你全部不理了，他自然会停下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
反正我的想法呢，跟他们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去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去到那个现象里面去呢？啊，对对。你那知恶真理，为什么一定要那边去让你去分北呢？让他去分北啊？那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还是怎么样？每天必须要过的吗？还是打比方说，不是师姐这意思？没有，这是比方像要去你嘛，比如说你是司令，对不对？那我看到你来了，因为你的身份的关系，我马上就分别上啊，请上座。不是你来这里，我们不叫你。这个不是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是那个心嘛，对，还是在那个心嘛。你这个其实我们到这个年龄层。所有那个，你就倒开水、倒茶、泡好茶，你还是那杯茶。对呀、你就不要去分那个是好茶，其实那个开水比茶好喝。上座坐惯，对嘛？上座会粑粑多。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好，这个灯跟望这两个是不是一体？哦，对，就是一体的，一体。对不对？因为你是起心动念才有那个望，对。哎，对。那如果回到你一真法界，它是一体的。一体的。还没有出来就是一体。对。没错。我们讲体用啊，讲真妄啊，其实都是一体呀。为什么会说妄？因为它变化万千，所以才会说妄。假如说不变化就真，所以真跟妄差别啊，在于它会变化。可是它为什么会变化？还是从佛性本体生化才变化，它还会归到佛性本体。所以是一样的。我们开始先告诉大家说，妄一定要离妄，离妄才能够进入真嘛。可是到后来无妄可离，全部都是真。那个真一般的我们在讲说，开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然后修道的时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可是修到后来又回来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么第一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住相。第二阶段是破相，已经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个都在破相，正在修。然后后来回到了第三个阶段，已经修成了，修成了以后没有真，没有妄，当下都是佛性本体。所以又回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是那个内心完全不同，内心世界完全不同。所以现在会买机票出去观光，那个都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那就出去练啊，第三个阶段有也好无也好，都无所谓了。所以有程度上的差别，内心的认识有程度上的差别，它差别很大。会自私自利他会作恶那个都是从那个我们那个世心、分别心产生。那你只要说从真心，真心不会，真心它是一个绝对，它不会它不会做那个六道轮回的事，直接就是全部都是实相。当然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那个习，才会到达这个状态。所以不起分别即能见佛，就是行而上的道。那么楞伽经大慧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
如何记住啊？修行法，这个达摩祖师啊，到我们中国来，他就带呢那个《楞伽经》4本，要传给我们中国，就是《楞伽经》。那因为《楞伽经》啊是菩萨法，所以五祖把它改成《金刚经》，就没有再传。那么那个《楞伽经》的当机啊，就是大卫菩萨。大卫菩萨就问佛，要怎么样才算一个修道人，真正的修道人？然后呢，佛就回答说，有4种法成呢，大修行，就是具备了4种法，就真的在修道。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这最重要了。第一个最重要。后面3个呢都在加强第一个。第二个呢，远离生住灭见。第3个呢，善知外法无限。第4个呢，专求自证生智。若成就此4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就是真正的有在修道了。就是要具备呢这4个法门。那么佛呢又解说此4法的内容。第一个呢，如何观察自心所现？要让它来观察我们的真心所呈现。为观呢这个3界为是自心，就是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是呢真心佛性所以呢，我们一般众生的观念就很难能够记录。像讲山河大地那我的真心，万象万事嘛拢伫外口，不知道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真心佛性。离我我所，没有我相即法相。我呢就是主观，咱的身体我所就是我的环境，环境呢就叫我所。你讲是这个就是离尘无体，是不是？楞严经现在在讲离尘无体。这个跟离尘无体扯不上关系我所不是就是我是主观我所是客观要搞清楚，不是没关系。你今晚无搞清楚，搁较久来看有这，还搁是唔知，灰灰啦。你说没关系你说没关系，我能怎样？因为我今天看我把2个都在一起，我在讲，网上刚好要想问你说没关系，因为你常在楞严经一直在讲离尘无体，那个是在解说妄心的时候才讲妄心无体，那这边呢他是在讲这个离我所离开呢这个我相，我相就是我们身体的4大假合借我们用的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主观的我相，离我就是离开我相，那我所就是离开法相，因为呢我所就是我所处的环境，那属于法。离我所就是离开我相跟离开法相，只要离开我相跟离开法相，就成就了，都已经可以成就佛了，会当做佛，不是讲无要紧。观察自心所现，这个所在有无？任何事情都是我唯心所现。以这个讲，因这真正有什么佛法？非为过此虚空自性，依复弥彼时。文殊菩萨的问，释迦牟尼佛的。非为过此虚空自性，惑就是迷惑了。
干那讲迷惑呢，虚空自性，亦复啊，迷离啊，实法生出，就是伫空中咱就看到花啊，花有生出来的所在。咱拢讲伊按遐生出来。嘿啦，为空间生出来，所以这个叫妄执啊。对。妄执，因为妄执啊，迷惑虚空自性，也迷惑呢实法生出。那么由此妄有轮转生死啊，故名无明。也名称叫做无明。对。那观察这个自心所现，伊这个甲伊这个受心无共。相反啊。多相反。对啊。这个是你修行的是一点不多开始。没有，它是那个见空中法其第二页，就是我们病目。眼睛的已经有那个眼翳，然后才会有看到空中花，然后呢眼睛一压才会有第二月，所以那个就讲说善男子啊，空实无法，空中呢没有花了，然后病者妄执，我们的眼睛有毛病的人，妄执啊，执着。因为妄执啊，所以非为获取虚空自性，就迷惑了我们虚空自性，被虚空自性迷惑，已经迷惑了。亦复啊，迷彼实法生处，也迷惑了那个花生出来的所在。但是在讲啊，你一产生迷惑了，你所见到的都不真，全部呢都忘了。咱一般若讲要看迄个空中花，我就讲你甲枯，枯咧3-5分钟才爬起来，就看为空中看目睭看的拢迄个安尼转来转去一寡有大细菌，迄就是花。花本来没有，是咱目睭有问题啊。在讲这个，相反啊，它刚好是相反，意思相反。所以这个自心它是真心，观察自心所现是观察自心所现的时候，全部都是真心。对，全部都是真心，不管是山河大地，不管是万象万事，全部都是真心。对，所以那个告诉那个大慧菩萨，那个程度啊，就是很高的。所以大慧菩萨问的佛就给他讲，你真正的走入修道的轨道，就是要这样，要具备的这4个。这4个重点是在第一个，就是观察自心所现，万象万山河大地拢咱的自心所现，都要观察，观察咱的自心所现，所以啊，观三界为是自心，所以特别呢挂号啊，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全是呢真心佛性。离我所，就是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所以后面又有挂号，没有我相，即法相，迄种清楚概念答案拢交代，无讲安尼，互咱家己去有那领悟，这要领悟那领悟袂出来，较深，无动作呢，无气来，有为的动作啊，全没有。全部啊都没有有为啊，都是无为。那么无始执着啊，过习守心。咱的问题拢是讲无始执着，无始以来都安尼千千万万世啊，拢一定执着，咱的过错，咱的习性所熏习啊，呈现呢虚幻啊种种色，行名言细服啊身心，被呢种种的色，种种的行，种种的名，种种言啊，把咱的身心啊拢绑起，
都系服了。那么菩萨如是啊，观察自心所现，就是观察形而上知道在其中，又把那个刮胡讲出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无始执手过习所熏，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些通通丢掉？这个是我们的习惯性，按习惯性我们衡量看看符不符合真理。假如说习惯性出来贪嗔痴，那要赶快去掉。这个习惯性出来慈悲习，这个要留着。安内啦。所以我们那个习性大部分好坏要取舍。对，好坏呢，我们要分辨取舍。好的留着，坏的不要。不一定全部都是坏。我们的习性里面也有好的有很多都是好的你看人一起心动念心地拢真好，那个习性都是好的。有的起心动念拢歹念，那个就是坏。所以我们要自己先认识。先认识的不容易那个先认识都很不容易。我问一个比较疑知的问题，就是习性跟气秉之性用最简单的方法怎么区分呢？那个气秉之性习性对。习性是我们个人养成那个气秉之性是外面大家拢安尼做，就是众同分大家拢同款。众同分咱的习性那是咱家己本身的个人的习惯性。那个气秉之性就安尼，敢若讲大家共识，大家拢要做，迄款的叫做气秉之性。气秉之性伊较有力道，较快，可是一样会变化，一样会变化。气秉之性也有好坏对，也有好坏，对不对？对，就是气秉之性，如果是那个带头的人是有问题的，可能就那对，全部都有问题的。对，带头，对，那个带头很重要。他本身有问题的，底下都有问题。他带头的人没有问题的话，带的人就会比较走入真理。那个很重要。那不就是在有书上写说是传染之性，传染的一种习性，就是气秉它会传染，就是都不一样然后可不可以解释说，气秉之性就是大家的习性，是很众同分用众同分来讲就是共识。共识来讲，比较适合就是那个所谓的世界潮流。刚刚习惯。对，那个有一点那个味道。那个世界的潮流，盲目的追求，气秉之性。那么第二个如何得理生住灭见？所谓的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知他即具皆不生故，望见生灭。所以我们要远离生住灭见。生出念头，要去的念头，见到的念头，这拢爱在去掉。所以观一切法拢梦幻泡影。次就是家己，他就是外口大家具全部都有，都具备有，皆不生。家己外口拢具备不生。可是我们望见生灭。那么随次心量之所现故见外物无有故，见知识不起故，其众缘无机故，由分别因缘起三界故，
如是观时啊，若内若外，一切之法皆不可得，皆无实体，就远离呀、生见，正不幻现，即使逮得呢，无生法忍，能够了解到外面这一些生住灭见啊，咱伫生活内底啊，一直拢用这，这拢知影伊的内底的意思，若知影咱就得到无生法忍，就是已经不生，不生就不灭，所以已经可以到达阿罗汉，所以阿罗汉菩萨佛他们都具备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无生法忍就很重要，这个呢是第二个，已经呢住在第八地就是不动地，了解心意识五华，那个后面刮胡就讲那个五个华，名相分别如正智，就是心意识就是这五个华，我相无法相，所以最重要就是把我相及法相去掉，然后转手依止或一生生，那个转过来，手依止的我们依赖六根现在呢我转过来依呢第七世，就得到一生生。然后大卫菩萨呢就问，以何因缘名一生生？他佛就回答说：一生生者譬如欲去速其无碍，名一生生；譬如心意于无量百千由行之外，一由行有30里百由行百千由行都种的预先所见种种之物，念念的相续其欲与彼，真紧就去到遐，较早看过，几多年前看过，时也当个呈现出来。那么非是其身呢，及山河石壁所能为案，咱身躯山河石壁拢袂当甲动，一生生者亦如是，如幻三昧，所以我们后面又加如幻三昧，那个如幻就是很快变化，三昧就是正定，这一个正定一生生的正定很快变化，那我们呢追求利通自在，知相的庄严，一本成就众生愿故犹如欲去生一切呢知胜的种种，敢若咱已经甲迄个知胜的迄款行列，那已经参加。四名菩萨呢，得远离于生住灭见，所以远离生住灭见。那么第三个，如何观察外法无性？外面万法它都没有佛性，会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咱火咧烧，火咧烧顶头，迄个阳焰如梦境，无始细论，无始以来这拢细论。演习台词那凡世间拢在讲一寡无路用的遐话拢演戏的台词，种种呢那个执着，希望恶习为其因。如是呢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即是第四个专求自证圣智，自己专心来追求，这个最重要，要自己证悟自己的本性，所以自证圣智一定呢要追求出来，那么专求呢形而上之道，记住如是四种法及成大修行，就真正呢进入修道的轨道。那么大卫菩萨又问，为言语是第一义，为所说呢是第一。那么佛呢就回答说，非言语是，言语不是，那么亦非所说，所说也不是，都不是了。可以第一义者是圣智内智正见，所以第一义是很高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遐粗浅，是上悬的，已经甲证悟迄佛证悟迄自证的迄个境，才会使讲第一义。
非言语分别世界，不是讲言语分别会当讲出来。哦，言语分别啊，不能显示啊，无法度呢来讲较清楚。那么佛就讲言语者啊，起灭动摇啊，辗转因缘生，或辗转缘生啊，以地义啊不能显示。地义啊无自他相，没有自己，没有他，没有那个相。言语啊有相，不能显示。地义者呢，但为自心。地义啊，拢全部是咱的自心。种种外相啊，悉皆无有。种种外相拢无啦，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信道啊，贵独所道呢，贵坚。道是太深，如生命呢不可失。不以外物啊来移其志，不因世俗呢易其操。我们的操守啊，就是要坚定，而后呢能安理啊贫贱，居于下位，不羡慕人之繁荣，故能呢君子，就是人格健全，或者君子。道不离人，人自离道。狂心漏歇啊，歇即菩提。放下万缘啊，即如佛。我们佛老师也说，常明呢般若妙心啊，勤此智慧利见，了悟呢真法，明彻啊假见，明心见性呢广行功德。我们呢这个是把这个这一章啊补注的那个形而上的经呢这个讲完，有问题吗？老师，这个今天太快了。这个只是练过去而已，这个太快了，这个太快了。下个礼拜再重新讲。可以的，可以，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要从这个什么第八季的后面重新再讲一遍。好。今天感谢各位先生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上次因为讲的太快了，准备把它讲完说这一章已经讲2个礼拜了，所以这个偷工减料，那我们说行不行？要重来，所以我们呢这个今天又把后面没有详细讲的又讲一次，这一次呢就详细说。那么从上面延续下来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这一段蛮重要的，因为那个是楞伽经啊，达摩祖师呢从那个印度过来传给我们就是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的经法就在这4句句就是观察自心所现，远离呢生诸内见，然后呢这个三之谓法无性专求自证呢圣智。这个可以说我们修道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因为呢那个达摩祖师是希望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五祖觉得意见太高，所以把它用金刚经对调楞伽经所以我们后来这4句就没有很普遍的流行。那佛学呢在形而上的道就把这4句把它呢这个呈现出来说我们这个修道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就是在第一个那个观察自心所现，因为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的自心所呈现不是呢外面不是外物，而是我们的那个真心。所以这个我们的观念很难接受，因为呢我们说身体是我，身体外面
就是外物，所以要把所有外物都看成我们的真心是有一点困难。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虚空无相，虚空无相，在我们已经了解性理心法，那个虚空就是佛性本体，我们虚空无为，没有形象。那凡尘的众生没有修道，虚空就完空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跟他讲说，我们的真心呈现万象万事他呢说我们这个他个派去他个秀斗现在安尼讲，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修到最高程度的时候要了解说万象万事都从我们的那个真心所呈现。那万象万事都很短暂，它的最长期限都不会超过100年所以很短暂。我们的佛性是千千万万年是不生不灭没有那个空间跟时间的限制。所以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的宽广。那我们普通呢在佛经上看到呢，他会用呢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用这个文字来表达。那一般呢初学者都不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因为程度离得太远，他会毁谤所以不给他接近这一种最高的这个法门。要到达佛教的那个皈依30年以后才能够接近这一种观察自心所现各位就可以想象30年不是短暂时间他们开始进入佛门10年的时候都是早晚课那从第11年到第20年才有办法接近那个比较普通的经典，而且都有老师在教。那么到20年以后才可以自己看经典。那到30年以后才有那个高深的那些佛法才能够研究了。你开始要研究高深佛法，你就是违规那个要受到那个惩罚。不能越级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很幸运都不用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就可以接近到这么殊胜的佛法。可是我们接近了以后我们又不重视，因为不知道它可贵它的可贵在哪个地方也不知道。所以求道的时候只有光呢知道说道很殊胜，殊胜在哪里呢？不知道，都没有把它阐释出来。因为能够了解，能够说你一定要长时间的投入，长时间投入佛经研究，你才会知道佛在讲什么，不是文字表面那我们现在佛教大德都从文字表面在接收了所以那个要进入到殊胜佛法还有一段距离那个不是短时间可以到达。像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已有真。那佛教大德就把那个如来就是当成释迦牟尼佛，不会把它呢看成是我们的自性所以这个就差别很大，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能够进入了以后像说那个《金刚经》若以见我，以因声求我，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那个如来也是释迦牟尼佛，不是我们的自信啊。各位就可以想象那个差距大不大？很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佛是借着文字，表现那个真理。那我们是要进入真理，不是要进入文字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本身就讲说，这个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最高都没有语言的，因言而入。因为语言我们可以进入，因言而入，因为语言我们才可以进入了，它非即是言，不是是一些语言。所以要知道无言没有语言的方法，以言来显说，明显的把它说出来，因言而入，非即是言。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形而上的道没有语言，没有语言所以或许为什么一直鼓励说看了34篇以及看这一张讲义因为或许把那个无言之法全部把它呈现出来，那个知者言者不知，知道的他不说了，为什么？因为说出来都不正确，都有一点瑕疵，有一个角度都还可以争论，没有语言。那个形而上，形象的上面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就是虚灵一团，就是虚空无为。那个虚灵一团，虚空无为，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没有语言，这样了解？我们追求到我们最想要的那个最殊胜的那个没有语言，就是要用体会，要你自己本身去体悟，不是那个文字跟语言它可以说得出来，所以为什么说形而上，形象的上面没有形象，那各位就可以了解，既然没有形象你看我们在没有形象的虚空之中把它划分十方，划分过去、现在、未来，就有空间跟时间的约束了。那佛性没有，它自由自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约束，全部都没有，非常逍遥。那我们追的就是要追这个非常逍遥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你能不能我们怎么从那个以大道的那个宇宙观跟那一个自信观来探索这个大道？因为济公波波老师有讲过，他说也是一定先用语言，然后让大家很明了的知道这个道的一个状况，我们也都必须要去了解，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进入。对所以跟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的无言之法，以言显说，这个跟老师讲的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这个言无以达，道无以明。你讲出来无解，讲到贴底都无法度明了啦。跟老师讲的是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到说，那个道本来就没有语言，而这个道就是形而上的那个佛性本体。因为我们在用的时候那道很宽广，
因为很宽广啊，角度太宽广了，所以呢，都会把它这个分散，没有集中说那个就是在讲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因为它包罗万象，包含很多非常多的角度全部都包含，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一直要追求我们想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成道，要成佛。那成道成佛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定没有形象，你有形象一定是在凡夫的那个位阶了，所以要离相，离相才可以成就了。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先能够离开形象不住相，不用关那么密了，也让大家透透气等到后期那个喉咙变掉了再关就可以。现在声音都很响亮因为都在修补那个声带，所以现在声音都很理想，就怕冷气冷气一吹整个都破坏了，这个叫吵头，只要冷气一吹就没声音了，都讲不出来。所以再好的法门你讲不出来没用而且身体假如说已经有问题了，不想说，不会去想说殊胜佛法，已经没有那个提不起那个契机了。所以讲真的要有契机我们大家都很专注的在研究，所以讲对就可以感受就非常有那个目标，而且要怎么做交代的很详细，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地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完成的时间都不长，不过100年而已唔通阮囝阮孙安尼拢顾条条啦，囝孙都伫咱去翘翘所以一定要要修正那个要放下。他有他的命，他有他的人生，他会怎么样让他自己去处理。当然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帮忙既然不在身边了，就让他去自己去发挥。放好杯啦，爱杯就放回去杯。我们一天到晚顾忌东顾忌西，什么时候才可以认真修道？你每人讲讲看，怎么样可以认真修道？你讲的人家很爱拿。我讲要认真修道，他去一般你才硬他的。我讲是，我要这痛苦的，我要痛苦你就较醒，人生就是安尼。马修道马好命不可能，我心你底有马对无对。我遐无攻击啦，我是安尼讲，我是无攻击。你这个加得很好。我们要知道说，遇到挫折是我们业力现前，业力现前就了业了业就没了，就清了啦，愈济愈接拄到坎坷挫折，愈紧害，就愈紧清，那很轻的时候我们没有业我们想受苦也受不来，无力气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
它都有一个限度。那我们人为太久了，最重要还是从心上做功夫，了即啊，业障本来空，未了呢，还息还数在。所以这个了就是彻底的了解，彻底的了解就是到达心灵一团，真空妙有，那个佛性本体，那都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所以它没有业障，没有，它一定要到达，到达以后才了，它了即业障本来空，就没有业障了。那我们又掉下来，住在形象，那个叫未了，还息还数在，它都爱海啦，爱海才会了，所以在完成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欢欢喜喜也是过一天这个愁眉苦脸也是过一天那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不管什么遭遇呢，我们都欢喜心去接受，这样就越来业障越少，越少呢，我们心就越轻，心越轻呢，就可以回到我们活性本体回来。这个都是要自己努力的啦，别人没有办法帮忙，别人帮忙是他得到，自己得到，所以或许就把那个达摩祖师带过来的那个楞伽经最好的地方呢，把它抄录下来，就是能够呢观察自心所现，就是呢完成的万象万事拢是咱的心所变出来，凡尘所有的一切拢是咱的心变出来，所有的代志，所有的现象，拢是咱的心变出来。那后面那两个呢，说远离生住灭见三诸外法无限专求自证生智，都在解说前面这个观察自心所现。后面那三句那个都是附带的，最重要是前面这一句。这三句就是观察自心所见所延伸出来的，对不对？全部都在第一个里面。都是在第一个里面，因为我们有生灭见咱有念头生出来，那都已经已经离开我们的真心了。然后呢，要知道外法，身体以外的外法，它没有限，有限他就要接受六道轮回，他没有限。那第四个专求自证正智就是我们在讲的般若妙智慧所以这个四句本来就是一句而已自动这一句就可以了。你知道完成所有万象万事，拢咱的心出来，万象万事拢咱的心出来，爱跟人计较的就不用了。为什么？让计较就是咱家己在计较，跟自己在计较。你只要把这个能够持久，一直在观察自心所现，观察自心所现，你本身就已经站在佛的地位，已经就是佛真理世界，已经就是了。不要向外去追求，自己本身就已经就是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它是一个观察自心所现所延伸的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当下就成佛了。那我们上礼拜讲到哪里？念完了。念完而已那从哪里开始念快？差不多了，差不多。就从继续快就是这里继续就是从这个楞伽经开始，这边就是刚才讲的观察自心所见。还那么多对就念那么多。念好快，大家想听。因为我们这一章已经讲
哎，这一次是第几次了？第4了。第3吧。第3，第3次，就是讲2次的啦，讲2次，但是后面这段，实在比较快一点。老师，我们用问的好不好？好啊，好啊。这样比较就是比较那个，这样能够心想要的能够有答案。学长师，我替他问，他说上至外无性是什么意思？因为外法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法它包罗万象，只要是你看到的、你想到的、你摸到的、你知道的，都称为法。我们要知道所有外面的一切，它都没有那个佛性，外法都没有佛性在。那我们说物有物理物性，现在追求心理心法，不讲那个物性了。所以外法就是我们所接触的一切，它都没有佛性，它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则灭。因缘际会的当下，它就是空的，就本来就已经是空的。所以要知道说外面的所有一切它都不会有所动作，伊拢死的物件啦，就要咱人去给它取巧，安排外法。我们知道说外法就是这样，就是演技的你给夹夹做伙迄个阿门头刷钢筋所有夹夹做伙灌阳爱当提出，那个都叫外法。外法没有性虽然盖起来很坚固钢筋水泥，可是它的寿命只有100年，100年会风化，会浮起阿门头会浮起，钢筋露出来会生鲜，完了会嫩，所以那个房子就不能住了，100年。外法都是这样的，都是变化无常，最久就是100年。整个宇宙不都是这个样子吗？说到宇宙是比较宽广因为有一些时间嘛，对，因为有一些你像说那个石门水库在盖的时候它就不用水泥，它用混凝土，混凝土的寿命超过水泥，所以它不止100年，它还可以更久。那是人马控哟，混凝土是人马控。混凝土是人马控，不是，那个水泥才是人马控。那个混凝土它是另外的一种，它的成本比较高它比较不会风化，较袂风化，也寿命也当动它久。可是你再怎么久，也不能久到加好几倍。你若真加好几倍，几百年也是不长跟我们佛性比起来，我们那个有千万年。咱的佛性千万年。这样生之外无性，知道吗？那刘讲师是不是人家所说的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话，就是属于所有的它都会成住坏空，那我们人就是会生老病死。是以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所以说所有的一个因缘，它都是空的，因缘际会的东西，它都是空的。对，因缘际会当下就是空，它都没有主宰的本性。因缘际会的东西没有主宰的本性，它缘际则生，缘散就灭。没有主宰的本性。好，
请问？可是，那你再解释一下这个意思了。专求自净生智，就是我们一心一意啊，追求那个般若妙智慧啊。那般若妙智慧我们要追求的话，一定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已经呢全部都不用我们落入凡尘所学来的东西。我们落入凡尘有身体所学的，叫做聪明，不叫般若。那般若是本性所具备，所以一定呢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呢发现本性，本性呢发现以后要这个温养培养让它呢茁壮长大，它呢会有那个般若妙智慧会呈现。那个第四个专求自证圣智就是要你自己来证悟，就是般若妙智慧然后就是那个出来的都叫圣智，圣人的智慧就是我们佛性出来的智慧，专求自证圣智，这样了解意思吗？是啊。现在就是说，我怕人家笑的，就一天到晚光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悟就对了。是什么原因？是方法不对呢，还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这师姐师兄有没有悟就是说这个悟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才叫做因为脑袋瓜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嘛。比如说你看到佛经会很喜欢就好像如渴饮水心里很高兴什么这些感觉都有。但是就是好像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悟到的地方。因为我也感觉就是说你要去悟，是方法对还是万缘放下？我们也在做嘛那没事就坐在那里。因为我是比较闲的人老师大概也知道我是比较闲的人比如说你该去下田种菜，我们就是下田种菜，但也很专注种菜老师不是讲就是说你如果去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专注你的工作。你去种菜或者除草你也很专注那你回来没事那就坐在那里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还有那个什么有讲过就是心系一处然后也是放轻松，跟老师讲的一样嘛，万缘放下嘛，心系一处，然后听着你的鼻子的呼吸进出没有规律，但是没有悟到，没有感觉，是什么原因？我本来要打电话问老师，而且我老师扣我赢，还是这个方法不对，还是方法没有不对，是你的心还没有沉淀对，心没有这个沉淀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下的时候，你把整个心沉淀下来，然后用闻线，就是耳朵闻线，闻然后闻线，听闻线，用第三个闻线，然后用闻线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就是也周遭的哪一些影响？对，耳根圆通，这个就是耳根圆通的那个修持方式，让我们的那个佛性延伸到身体外面。既然你在身体里面做不出功夫，你用延伸出去可以做出功夫来。有听到车声没有？有啊。对，就是用那个这个
不管是哪那一个，你要不要跟那个声音走？哦，那个听到就好了，有听到就好。知影讲吼，这就是车，这就是乌鲁瓦，这就是人咧讲话，这就迄冷气的声。那个念头不是一直跟着他们在变化吗？开始就是要这样，跟着他们变化没关系，就是把那个稳性啊，让它活泼，活泼，能够知道啊，周遭的所有一切，拢会当安尼了了分明，今麦你若本身已经可以把它延伸出来了，一个回来身体个走，就简单了。因为我们是听人一直想把那个声音给平除，就是说，因为你要往里往下，就是要好像让他不听到那声音。那个两个修持方式，那个万缘放下是要把所有的一切缘都放下，跟那耳根圆通你去听声音刚好是两个，所以两个不要同时做，分开做可以这个一段时间来做万缘放下，一段时间来做耳根圆通，那样可以。做耳根圆通的时候有时候我说做耳根圆通下一天是最好，下一天的语声那个语声都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拢互你听得到。不管你的这个周遭这个只要有屋檐，它都有声它都可以听到，它可以听到你就可以持续那个稳性它不会断灭。你一听你就会有那个心得出来，活泼应用，并不是说一定要专注一个，不过一门深入倒是比较快。这个就像我讲的大家拢讲你的空法遐济是要做多少，通通会使。关于塞耳根跟耳根圆通，就那个耳根圆通就这一通。对，那个文殊常触目观音塞耳根，那个就是耳根圆通。因为耳根圆通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他听那个海潮声海浪一来很大声一退了都没声伊咧想讲无声想听就无声，想知影无声原来是自己才说稳性没有生灭，生成有生灭，这样生成那个声音是6层之一它那个生成有生灭，稳性没有。而这个助正圣智，我如果说助正佛性，是不是跟他很近？不太一样。因为他前面已经有观察自心所现了，那假如前面没讲这一句的话，那个就可以用那个佛性了。因为前面有讲观察心所现，那个就佛性了他后面用圣智就是般若了，般若妙智慧。讲是在以前我们有一张像这样子讲义讲，有问过说虚空亦有名貌，然后你那时候上课讲说虚空当然有名貌，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虚空？可是我们现在在进入了一个那个像接受这样子1连串的一个心理心法之后，然后回归到那个最根源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说真的是虚空无相，不季节诸相花辉。那这两个的一个角度是怎样一个不同？有讲师，一个是很普通话粗浅的，虚空有没有相貌？没有相貌，你怎么知道虚空？有有相有貌，有
那个是我们一般凡俗用的。那个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法位，那已经进入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完全角度都不同。它不拒绝诸相法位，是不是在虚空能够生花万象？对啊。是不是跟那个有没有相貌不一样？有没有相貌是完空，不拒绝诸相法位是真空，你分得出来没？有没有相貌就是两边出去了哈？对，有跟没有？不是那样。我之前把它跟那一个显见不离搞在一起。那个显见离见那个是我们要把那个佛性本体呈现，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角度都不一样，他讲出来内容也一定不一样。那我们要就是吸取它里面的精华，他要表达的我们吸收，然后我们去做。他说虚空相貌，那个对完成的人说，有无你那才虚空，那个是完空了。那说从无相不拒绝诸相法位，既然不拒绝诸相法位，就是虚空之间会生花万象，那是真空了。那就不是完空。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去分辨，一个是完空，一个是真空。那完空是凡人世间的人他认为是完空。那我们修道者了解说虚空是真空，因为所有万象都从虚空生活，是不一样的。你分得清没？还有吗？那个第一义，老师写的在讲义上面的第一义是什么意思？那个究竟了义，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就是已经到达佛果位那个意义叫做第一义。是很高的程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大慧菩萨问是言语还是那个文字语言他都说不是，第一义是自证的，是证悟到佛的，那个才叫第一义。那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个直心就是道场。那我们要了解到佛在讲的直心跟我们众生所那个了解的直心不一样。佛的那个直心它没有掺杂质，那我们的直心杂质太多了，所以不叫第一义不然直心就是道场。直心不是真心吗？直心就是真心了。以佛角度来讲，直心就是真心因为他有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之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委屈相。我们有委屈相然后我们从开始到结束没有止都弯弯曲曲所以不能称为那个第一义不是直心就是第一义。要知道我讲的那个程度。他是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皆以直心，你看嘛，为直心出离生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直心就是佛性本体。
那佛性本体哪有杂质？你掺杂太多的事情，那都不是啊，怎么会是直心？弯弯曲曲。那把它应用在凡尘的一般的事里面，像真理这两个是可以代表的。哦，可以。就是，对，比较符合我们应用的那个方式啦。那我们说直心的话，很多人都会误解，讲啊，我都在迄个心嘛，迄个叫做直心嘛，结果都错误了，不对。从直心啊处理生死啊，那我们你看都是弯弯曲曲啊，哪能从这个弯弯曲曲处理生死？我最后再问那个，因为无生法忍听过很多次了，老师可不可以再解说？好，那个无生法忍啊，就是已经得到那个已经不生了，不生不灭，然后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不动了。就像那个颜回啊，他是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然后不动。这个环境怎么不好啊？生活怎么差呢？他都不在意啊。那就是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生它就不死啊，无生就无死啊，有生才有死。既然无生就未死啊，所以无生法忍已经超脱三界，没有欲界啊，没有色界，没有无色界啊，已经超脱三界。所以那个很理想，已经到达阿罗汉，然后菩萨，然后佛，阿罗汉、菩萨、佛，他们都具备无生法忍，都一定的要得到无生法忍，一定要到位。颜回他的安贫乐道，安贫乐道的甚至好像也不到无生法忍，他有个乐道。应该以那个佛教来讲，他已经到达了，能够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道理上，所以对他的那个生活。那个肌肉像干食瓢饮啊，人不堪其忧，为不可其乐。他那一种状态，就是已经无生法了。这第一义是不是说最重要？第一已经正果位了，就是已经先富先多啊了，所以那个第一义啊。就是就近了义，就是已经见了或者把这一段那个大慧菩萨问为言语啊是第一义，为所说呢是第一义，是言语第一义，还是所说第一义？那么佛呢就跟大慧讲。非言语事啊，亦非所说，所以两项拢唔是，所以故第一义者是圣自内自正界，那圣就是佛啦，佛的智慧内自正，已经呢，他呢自己已经证悟，非言语分别自界，唔是讲用言语讲出来一款有分别，言语分别不能显示言语分别袂当显示第一义，佛言
言语者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真。咱的言语啊，就是讲起灭动摇，辗转因缘才生出来。若辗转延伸以第一义不能显示所以那个要自己证悟。第一义者无次他相，没有自己的形象，没有他的形象言语有相，不能显示所以那个第一义没有相无次他相。第一义者但为自心第一义拢是咱的迄个真心那个种种外相悉皆无有种种的外相拢无迄个第一义。所以就把人小刮胡形而上之道第一义就是形而上之道。那么信道呢过笃守道呢过坚道是在身如生命这不可思。那么不以外物移其志，不因呢世俗易其超。我们的操守不因为凡俗改变而或呢能安逸凭借，然后去下位就是讲委屈做人的下属做人的下骹手人拢无要紧。不慕人荣，不羡慕人家的繁荣故能因此就是这个人而健全。那么道呢不离人人是离道，狂心若歇歇即菩提。所以只要我们的狂心让它休息了休息就菩提了。放下万言即如佛，万言都放下就成佛了。佛老师呢也跟我们讲常名般若妙心这个很重要。般若我们那个真心般若真心，勤持智慧利见，了悟真法，明彻假解明心见性广行功德这里面还有一个如幻三昧利通自在，这个4个字在这边是，因为我有看老师那个录影在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人的意念，你有去过的，比如说你到美国，你现在马上就想到美国那个样子，然后又回来，对不对？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放在这里，就是如幻三昧利通自在是什么？三昧就是正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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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力的定，正定，三昧的是正定。因为我们有正定的话都会骄傲，会骄傲。有正定怎么会骄傲？以后你只要说有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会骄傲。现在还没有，所以不会。对呀，对，你有的时候你就会笑足多人就会笑很多所以那个加如幻，就是说不要住，卖去住在那个真好的定内底所以加2个如幻，假啦，正定真好但是假幸福才是真的啦所以那个呢加2个如幻是要我们不住相那个利通自在呢，因为我们开始用的时候还只是一种那个意念的呈现，那讲去倒位马上会过去想起来那个只是
我们意识的呈现。然后我们要追求到意生生，我们的意念生出来一个身，它这个身哪一个身？前面身体的身，前面意生生，有没有？我们意生。才后面有利通自在，有没有？它就是要使自己的意生生能够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那个就不是我们的意念想象了，而是实际。连你的身体都能够到达那个地方，那不跟是你的意生出来的身，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那个叫做利通自在。还有那么厉害？它就是有努力修持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有灾难有比如说有那个高人来指点，然后之后他一转身就不见了，有没有？那个就是意生生。你以为是自己以为是眼花？对，我的主角都演得在那讲话那是无的。你不知道那就是人家修成的意生生。他给你指点了以后，他就不见了。他不会炫耀也那个名声，不会。意生生不是幻吗？它是虚幻的幻吗？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有意生生的时候它已经是实物、实在的东西。意可以生出一生，然后要到哪里可以去显现，就可以马上又回来。那就是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千百亿化身的前兆。可是或许记得刘讲师你曾经以前讲意生生，他你讲说他是有出有入。对呀。它是属于生灭的。对呀，生灭的对。我们不用去追我们不用追那个。因为你有画一张那个李纯阳的。有对。因为它是生灭的，不是固定的，我们追求是千百亿化身，不追求只有一个意生生。所以说千百亿，你说意生生是千百亿化身的前身。前兆。所以他真的修到一个功夫的时候，他意生生也是一个佛性的一个功能作用。对。那所有的功能作用，它也只是一个用途，所以它一定会有出有入。所以既然是功能作用的话，我们就不用去认真它、执着它，就要回到我们的根源来。对。所以这个就是受用归嘛。对。因为或许一直在想说这个用，它这个摄用归体这个用，它这个用也是属于生灭的已经发出来已经生灭的。对。但我们还要把这个生灭的把它收摄来。不同的。这个根性就是有点不同，对。因为收摄回来不是收摄那个意。对是。我们是收摄我们本体回来。那这样子，因都已经出去无去无去，你要搁讲套，要讲唱啥？摄用归体这里用。那不可以它这个用是。用已经是一次。那我们所说的摄用归体，它是在说什么？是说个性吗？还是怎么样？摄用归体就是讲你用出去你爱知讲这个用出去的那个范围程度。然后我们又把它收到佛性回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已经用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把那个用当成本体，他把那个用连续用，所以叫连续用。对所以我们收摄要它回来佛性就是讲要予伊甲那个用离开。甲迄个本体离开，因为我们很多众生会觉得说，佛性的用就是佛性本体，
那已经是错误了，错误也唔知影错误啊，不得利用啊，所以设用规体的时候就会去掉那个毛病。就是区别功能作用这样子。对。这边这样讲嘛，设用规体是说，你这个益生菌去，对不对？它这个像是，它是通过活性呈现出来的。你现在不注意过啊，活性就回来了，变空跟空就相应了，回来了。对呀。不止就回来了。对，应该是这样。那我们所说的大用，活性的大用。大用那个。不觉得。那个已经是成就我们已经成就，已经可以移山倒海，你看这个灾难很大，你可以发挥你的大用，改变整个形象，改变整个天理宇宙，那个叫大用。那这个跟以前瓜迪那个喊雷山，山都爱，但它是一个法术它是一个法不是吗？对啊，我们佛里面就有具备所以它改变它也是一个法。对。佛经里面具备，所以大用的时候那个不是一点点的，是很大的。所以这些外法就是无性嘛。对，外法无性，我们的身体也只是一个功能作用而已。对啊，可是它有本体在啊。对，没有错。我们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时时的这样子认清楚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掌握到那个根本，不会随着这一个感官去走。一直去追求。我弟今天问他说，我们知道都每次讲说这个是幻，这是假的，可是他明明是真的很痛就是很痛我说你还不透彻。因为他是说他是希望，因为他是有生命，他是短暂的，他都跟慧学讲，他说明明就是会痛，明明就是真的，明明我们就是会害怕，我们硬要讲它是假的，我也知道它是假的，其实说穿了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遇到事情我就是很怕，我就是很痛。我就是很怎么样，他就跟后姐这样讲，所以后姐想要记那个支冠机理，不讲方便，是不是？那句有没有？以前刘讲师讲的。他原子经来。对，怎么讲？他这样子不晓得呢。你怎么跟人家讲？你已经落两边，你应该知道吧？还是记那个什么？记刘讲师，你那个按摩脚底的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个夫妻切实不起妄念宜知妄念亦不息昧，知妄想见不加了之，疑无了之不变真实。所以他那个生灭他那个痛不痛是生灭那个都很短暂的。你要到有那个痛的，可是有不痛的你住在痛的就住在生灭不痛的你不见了，没有看见不痛的就是因为没有见到，所以他不相信，所以他才会懂。有点怎么讲？凡是有一些是不能见到的，比如说棺材，我落泪了。你若看到伊就死
真的知道。还没有还没有追求到这个想要的目标啊，就已经一口气不来了，不是很可惜吗？嗯。还有问题吗？还有10分钟。这么快。了解了，刘讲师，刚刚我问的那个第一个问的时候，那个大道的宇宙观跟见性观，你好像没说到，我怎么感觉到你们？你只说到那个宇宙观是不是跟自信观，它是不是属于那种我们人自己人在看那个什么所谓的宇宙观、自信观，其实它是应该一样的啦，平等的啦。因为假如说要解释没办法，只好这样子。要解释一个佛性这个道的一个大，必须用一个宇宙观来去形容它。假如说你有那个台北那个科学教育馆去看那个宇宙探险，你就了解说那个宇宙的大，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它是非常的大，真的大，宽广到它一按呢照到我们地球来，才知道我们地球的渺小，它宇宙的大，所以说要我们要了解到说，信息通遍法界，那个是无量无边的，真的非常的宽广。那我们的那整个这个地球来讲，都是非常渺小，一颗小行星而已。跟那个宇宙不能相比。奥夫姐都说，他开始开馆了，大概有1、2年的时间都放映同一部片，结果现在都没有再拿出来放映了，还没有看到才很可惜。那个给我们修道一个很大的帮助，知道一个宇宙，知道我们的。那个小行星，宇宙然后一直，然后到我们那个地球，地球5大行星太阳系、月亮真的很小，万物宇宙是这样大，咱的一关5大行星太阳、月亮、地球，安尼一点点看到以后真的当时会很失落，咱短了在谁？这么小，宇宙是要大，每一颗行星不一定都有轨道，因有的拢乱飞，所以去看那一片很有价值。然后自信观，我们自信。要了解到信息空变法界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有自性在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成佛成道了以后会去扶持有众生住的世界，也扶持可以安稳，使他们安息乐业。那整个宇宙太宽广了。所以难怪佛世界那么多，可是因为那个有很多那个行星他们不是住众生，是住菩萨，所以他们不怕那一些天动地摇也拢无咧惊。我们呢，就是了解说。娑婆世界都是这小这多众生会当互因安尼安稳，生活都会扶持他那个片子里面有一滴水，一说，好小，很小，那个是跟那个大理一样，是细细那一滴水里面那个细菌一变成很大。
对啊，多小感觉就变。那一片就是大的很大，小的很小。对，就是这样。多就多水就是。他这样子外星人那个是很多书记都有符啊，那个外星人到地球来的那个应该是很真实啊，后学想应该是很真实。还有5分钟哦，有问题没？心意识无法啊？心意识无法，名相分别如政治，看这个。这心意识的无法啦，要跟心意识的无法哦。名相分别如甲政治啊，是什么？这个也一样是在那个《楞严经》里面，那个五华。那个了解心意识五华、名相、分别、如如跟政治。我们呢就是了解到心意识啊都是众缘会的，它变化无常。有名，然后有相，然后有分别，然后呢里面还有如跟政治。如跟政治啊，算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可是呢，它这边不是全部具备，不是拢全部拢正面的，还有掺杂生灭的在里面。所以把它列入那个心意识。跟那个无为法后面有那个无为法一样。那个虚空无为，然后呢这个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然后不动无为，真如无为，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无为，这是5个啊，它全部都是跟我们凡人的那个生灭法相对，所以跟生灭法相对啊，它在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立场啊，就站不稳了。像说涅槃跟生死相对，所以涅槃生死平等。那要讲涅槃，前面要加一个大涅槃，那就脱离了，就脱离相对，就是一个绝对。佛有教我们说，心意识修道的时候不要用了，因为心意识都是变化无常。那么这边呢，有说呢，那个八地菩萨不动地那个10地菩萨，各位会念吗？欢喜地，然后呢，花光地、电慧地。离垢地。离垢，这个第2个呢是离垢，一个欢喜地、离垢地、花光地、宴会地，然后呢这个难行地，然后这个现前地、眼行地、不动地、善慧地跟法营地，10地菩萨，它每一地的那个功夫啊都不一样。它不动地才不退转我们修到那个第8的那个不动地，它就不退转了。所以后学呢就把它写成1章2面了，大概都把楞严经的精华把它呢收在这里面
就研究的话呢，都能够从短短的那一章里面了解到整个那个楞严经的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最重要的心性只有这一部经楞严经，那剩下的都只有这个片面一点这个阐释而已，没有全部。那楞严经是全部就全部都是讲心性所以我们要明心见性一定要研究了心明的因果就不昧，那见性成佛就无疑。所以各位手上拿的那一篇 DVD 就讲那个能够见到灵敏的直觉性就叫见性。见性就成佛无疑啦，一定成佛。所以就让大家呢都能够产生很深的信心，相信自己就是佛。确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众生之见太深，所以就成不了佛。只要把众生之见都去掉，进入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很简单你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佛的知见。你看多么容易只要我们有念头，就是众生知见了。你念头都没有了，就是佛的知见。只要你能够进入佛的知见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它的精华重点所在。那么佛与阿难，那个语就是告示的，跟他讲，佛跟阿难讲是跟大家以阿难为当机所以就用阿难为那个一个代表人物。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有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楞严经开始就把这个重要点点出来了啦。可是我们一般也都没有很重视没有重视它。那么佛呢就讲说，我们所有的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非常久了，久都没有开始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当时开始叫久的久很生死相续生又死，死又生，这样一直六道轮回绵延不绝，皆有不知都是不知道。假如说我们知道，就不会生死相续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有常住真心有性净明体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是重点所在啦我们一直在阐释发扬，也就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只要我们有把握了，都能够去拥抱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成佛一定不用怀疑，绝对成佛那我们没有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之妄想，已经用妄想此想不真。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叫妄想，因为它一直在变化所以不真都是假的因为我们这个念头不真我们所有行为都从念头来，你有念头了就落入行为所以念头在前面，行为在后面所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念头不真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然后一直六道轮回没有变化，一直在六道轮回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或者都讲我们落入凡尘就已经先天告诉我们我们把那个苦写在脸上那个眉毛就是草了，然后我们有十字加一个口嘴巴，你看就是苦写在脸上你就是苦落入现象凡尘就是苦
哦，一定要受苦啦。哎呀，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啊这个都用妄想哦，才有六道轮回。如今呢哦，预言无上菩提哦，说我们现在要研究啊哦，无上是最上，没有比它更高的。最上的菩提哦，菩提啊就是觉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研究呢哦，无上的菩提真花明现哦，我们不生不灭哦，佛性本体所发挥出来那个叫真哦啊，花明啊哦，真正的哦花是光明哦，那个佛性哦真的花明心。那么应当呢，慈心酬我所问，哦，就是应该呢，哦，要呢这个啊慈心，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慈心呢，就是道场，哦，慈心呢，就是我们呐，哦，这个没有弯曲呀，哦，那一种啊，这个心里面最第一呈现的，哦，那个叫慈心，哦。要慈心呢，酬我所问，哦，那个酬呢就是回答，哦，回答呢我所问的，哦，然后底下呢就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啊，处理生死，哦，十方如来都同一道，都一样的相同的，哦，处理生死，皆以慈心呐，用慈心来处理生死。那因为我们众生啊都不慈心，都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处理生死，哦，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哦啊，所以啊要处理生死啊，都要慈心。那心哦一直了以后，言也直，哦，你心直啊，讲出来的话也直，哦，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啊终始地位，哦，就是这样，哦，是超中间啊有很多的经历啊，都省下不说了。哦，就讲头跟尾啊，哦，那个终点跟开始，哦，这个地位，哦，这个开始啊是修道，终点呢就是果位，哦，啊能够修道啊，哦，修道呢果位啊，这个中间啊，哦，永远都没有知委屈相，哦，委婉曲折的形象都没有，都是直心，啊，所以哦，都同一道啊，处理生死都是直心。可是我们欠缺哦，就是直心呐，因为我们的经验哦告诉我们，你都直心的话哦，拢真吃亏啦，都会被欺负，现在的哦众生啊，弯弯曲曲啊，委婉曲折啊，那个心啊都哦不真，啊都要吃人，欢喜啊要死啊，唔知讲哦已经职业，哦，等一我家己咧受苦啦。欢喜啊，是巧啊讲，啊足戆的，不过伊讲伊足巧的，哦，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说哦，佛就跟我们讲，你假如说在生活之中都是慈心的话，成道都有余啦，绝对成道的。所以佛就讲，哦，若不视之啊，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哦，假如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的那个真心啊，那个所在，那个目啊，就是连带的说，心目比较让我们了解，眼睛能够看啊，心能够想啊，它很精灵啊，都不知道呢，心目所在就不能啊降伏尘劳，所以啊，这个尘劳啊，凡尘劳劳碌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心目。心目底下倒位都唔知，所以佛做一个比喻啦，比如国王为贼呀所侵，国王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啦，贼就是我们六根啦，有六根这个侵犯，发兵要讨除啊，士兵要当知贼所在，发兵要来讨除这个贼。这个兵要知道贼伫倒位啊，无掠贼咯。半暝啊，师傅啊，招贼，师傅找不到，跑掉了。师傅说抓到一个，不肯承担，
前人抓到谁？抓到自己呀、抓到自己呀、可是不肯承担，不肯说自己就是贼，哦，六根啊就是贼，哦啊，所以啊，要知觉所在啦。那识汝流转，哦，使我们六道轮回啊，心目为旧，哦，旧呢就是垢臭，就是心目啊为垢臭，哦，没有心目的话，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那么五心物主啊，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各位先贤，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研究久了哦，一下子答案都出来，无所不在。我们去问哦，都没有研究人哦，你问问他哦，心目在哪里？绝对回答不出来，绝对唔知讲咱的心目伫倒，哦，绝对不在。此即第一次呢，真心，哦，那个第一次啊，这个佛问这个阿难，哦。这个唯心与目啊，今何所在？然后第二次呢，哦，汝目可见啊，以何为心？哦，只有2次的真心呐、所以哦，各位先生，这个哦，都我们可以反问自己啦。说汝目可见呐、以何为心？我们目睭有法度看吼，啊，以什么做咱的心？你当老师在教学生，讲讲看。眼睛哦。对啊，汝目可见，以何为心？我可能我会怎么说？我会说，不学习哦，又被点名。做这边好像也没办法。因为目其实它也是6根嘛，那我可能会用另外一个反问法吧，就是说，如果这个眼睛啊，你闭起来了，或者你死掉了，请问眼睛还在不在？孩子会说在啊，可是那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啊，那谁在看？大问号。那我就会跟他讲，后面呢，你的有一个无形的灵体会帮你。对，我就不会讲。对啊，就是哦，那个哦，汝目可见啊，以何为心啊？哦，就是我那个佛性本体啦，哦，以那个佛性本体为心。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啦，都以为说我眼睛可以看到啊，我看到那个那个知道了就是我的心啊，哦。所以啊，这个真心只有2个地方，那阿难回答呢，7个地方所在啊，他回答说在身身呢，第一个回答，那个就是阿难本身的意思啊，那个我们众生也都这样，认为啊，我们的心就在身内，那佛就讲啊，既然你的心在身内，那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啊，皆能明了，透彻。就是你心在哪里，你都能够知道了了分明。既然你的心是在身内，那你的5脏6腑，你一定了了分明，看得很详细啊，清楚。然后啊，抓生法掌，指甲在生长，头发在生长，你也一定看得见。咱无一个遐咬看会到啦，谁知影真甲咧长，你1礼拜莫加，生才长出来，头毛嘛是1个月莫剪，伊阁袂看呀，所以你看抓生法掌，我们都不知不觉，所以佛说在身内啊，无有是处，无找到啦，咱众生拢认为啊。我的心就是伫咧身躯内底，身躯外口无，所以都这样认为。佛一下子就破斥掉了，说不是。那么底下阿难在回答的那个在身外心
咱的心伫个身躯外口，迄毋免讲，咱嘛知影毋对。然后潜伏根离去秘伫个眼根内底，咱嘛想讲咱的心哪有可能去秘眼根内底？过来开眼见明叫做见外，闭眼见暗叫做见内，迄嘛对。迄迄佛性的功能作用啊。第五个执心则随有。咱的固执的时候啊，安尼就随着你的固执就有那个心出来，这嘛唔对。然后执心在中间，都无两边啊，哪有中间？然后执心乃无着，我一切无着就是我的心。所以啊，那个佛就讲龟毛兔角啊，全部都没，只有名字啊，没有实际的啦，都没有无着，是你的心吗？所以啊，皆被佛破斥，都唔对啦，都不对。所以啊，我们有研究啊，了解说，心很宽广，无所不在，那个答案，正确的答案。所以佛破是阿难呢，无非啊是破阿难的分别心。分别心啊是造业之源。咱的分别心就是咧正业的源头。阿难分别啊，到这个地方已经呢山穷水尽啦，叫佛甲破到无，那无我都无半项啊。对于外境啊，不能再起分别。以前外境拢无法度分别。破是七种执心啊。以破全部心之次首，我们心的地方所在啊，全部都不对，都把它破除掉。世间的次首不出有无两处，世间的所在，地方所在，一定伫个两个内底有甲无，有甲无这两个所在，这两个所在拢甲破掉，有唔对，无唔对，两个都唔对。就破尽有无，有无都破尽了，即破尽啊心之处所，心的处所全部呢都破除了。那么一切处所啊既破，即一切散乱的心无，所有的散乱心啊没有了，正是显出啊常住啊不动之心体，就是已经现出来。我们那个常住不动，如如不动，咱的心体啦，所以这都一直要我们能够了解啊，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就是咱真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那个都还没有说真的很透彻的实际的领悟啦，不过慢慢的越听就越熟悉啦。都知道啊，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楞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啦，那个三昧啊，楞严三昧呢，就是啊正定之中最高的，就是守楞严三昧，知修行人啊不能得成无上菩提，皆因错乱啊，修习，修道学习。无法度成佛，无法度无上菩提啊，就是佛的果位。无法度成呢，皆因为错乱啊，修道学习，犹如煮沙呢，欲成家传。你煮沙讲要饭来食，搁较煮嘛沙嘛热沙，无法度变饭啦。众经成劫啊，终不能得，不管偌久啦，拢无法度得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错乱修习啊，就是摸不到呢，我们的根，错乱修啦，那摸到根成些做佛，所以摸不到根就瞎修行了，如何错乱？用攀缘心而修者啦，用攀缘心来修的话，那个再怎么久都修不成，阿难都讲，如来现今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呢推穷行主。这我们凡人这个推穷行主啊，就是已经会当
延伸啊，把它引申到很远的地方，像那个科技一直发达，就是这4个字啦，推崇新主，就直直发明新的产品出来，这个就是推崇新主，即能推者啊，我将为新，那个能推呢，就给它当作那就是新，可是啊被佛骂了，佛也斗，佛在骂人就是用这个字啦，不会真歹听的啦，这个字就是在骂人，斗，对啦，讲你这安尼唔对，而咱慈悲如心，这唔是你的心，能推之心啊，就是攀岩心，那个推崇行主啊，那个叫攀岩心，那么阿难问啊，此非我心，当名何等？这唔是我的心，无做啥？佛告阿难，此是虔诚希望相想，或如真相。讲这个啊，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凡尘的景象都是虚妄不实在，你在不实在的形象上面生出念头，迷惑你的真相，所以啊，这个要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啦，意思才会造出来，虔诚希望相想，或如真相，我们听久了就很熟悉啦。美艳有没有？有啊。犹如无始呢，至于今生啊，认贼为止，殊如延长，故受人转。由于我们无始都是非常久的时间呐，一直流转六道轮回流转到今生，认贼为止，把这个我们那个生灭希望相这种心啊，它当成宝贝而止，所以啊认贼为止，所以啊思如延长，失掉我们那个缘就是本来，失掉我们的本来，常住的真心性净明体，所以啊，才接受六道轮回，故受人转，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阿难呢，他就讲，日常啊，都用此心，我日常都是用此心啊，供养佛也是这个心，回谤佛这个心都是这个心。若这不是心啊，我乃无心，同之土木，这若不是我就跟那个土木一样了，那么请佛开示，请佛讲啊，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我的真心？那佛欲令我们的心进入无生法忍，摸阿难顶而告之言。如来常说知法所生，唯心所现，这个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如来常常都讲说知法所生，万法它所呈现的唯心所现，都是我们的真心呐，所呈现出来，所以万法那个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那个心呐，呈现出来，我们的真心呐，如来常，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所生发。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所有的因果，完成了所有因果，以及世界。大的世界，小的围城，所以这个呢都不实在了，也没有世界，也没有围城。那么世界跟围城的呈现，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因为心呐，然后才有这个体，才有世界，才有围城，因心呢成体，万象也是一样，有心呢才会有万象的呈现。众令虚空呢亦有名貌，
哦，假如虚空，它也有名，哦，也有相，哦，名就是虚空，形象呢就是我们看到虚空的哦那个样子啊，哦就是貌。那么何况呢，清净妙净明心，哦，何况哦清净啊妙净的明心啊，哦会没有哦那个实在的本体，哦这个就是还显的意思啊，哦那个清净妙净啊明心，哦，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啊，它有这样连下来哦，哦妙净明心哦，它就应该这样念，妙净妙明。哦，连起来就变成一句呀、哦，妙净明心，哦，要详细说呢，哦，它贯了，妙净妙明，哦，所以啊，那个整个意思啊才呈现。那么性一切心而无自体，哦，我们的性啊，哦，一切心，哦，而无自体，就是一定有，哦，虚空都有名貌了，我们的性哪会没有体啊？一定有体。哦，我非次的只为非心，哦，佛就讲，我不是命令你呀、哦，那个执着，你现在所用的心呐、哦，为非心，不是心，哦，但如于心呐、微细揣摩，哦，你呢在你的心呐、很微细的来揣摩，哦，揣摩了以后，若离前尘有分别性。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你还了了分明，哦，那个叫分别性啦。离开前尘以后啊，有了了分明，即真如心。好，所以各位前人，我们可以问自己呀、假如说所有形象都没有了，离开了，然后我们还了了分明，那个才叫真心呐、那假如说分别性了了分明，离尘体。都无去啊！师则前尘分别影视，这就是眼前凡尘那些呢诱惑我们迷惑我们那个影视影子的事情，就要假的啦，都不真。尘非常住凡尘拢无法度应得的尘呢变化无常。所以不是常住，若变灭时那个凡尘已经变灭，此心则同龟毛兔角，那个尘变灭我们心就跟着灭所以我们的心跟龟毛兔角有名无实啦，敢若有名龟毛兔啊角，龟无毛啦，兔啊嘛无角。无名有名无实，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发挥功能作用，那个虽然也是佛性发挥出来，可是它不是本体，所以不真，也是一样妄。您就前面这里若分别性一尘无体，再解释一下。分别性就是了了分明啦。咱了了分明离开凡尘的时候那个了了分明都不见，那个叫离尘无体啦。咱了了分明离尘了，还有了了分明分别性对不？迄就咱真心啦，迄就不生不灭真心啦。所以这里离尘无体不是心。分别性了了分明你的了了分明就譬如讲我即马看这形象拢了了分明，即马这形象也无去我了了分明对无去，那个都不是真心，安尼知咱即马看了了分明拢知影什么人什么人虽然人拢是人，无同款人不同名词不同形象无同款咱拢了了分明，是这拢无去，这拢无去以后，咱会了了分明，完无去，迄叫做妄心啦。那个心就不是真心，还有清楚无？放心会了了分
伫个经典内底伊讲做分别性，分别性咱若要行入要真心你讲分别性，咱会迷糊啊，咱会讲都会分别所以或许就把它另外一个名称来说，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我发明的，经典内底无啦。但是我若讲了了分明，表示说我们真心发出来。你若用完成的一切它会变化，会变化以后，我们用了了分明就浪费，就很可惜啦，无彩。迄足价值的，互你一个价值都无。所以就不能用了了分明。我们的妄心妄心都能够分别啊，一样都可以分别啊。可是离尘以后，离开形象，无去啦。咱迄个妄心离开形象以后，无半项啦。即马佛就是咧讲你若正是你的心，所有凡尘的景象全部都没有。没有的时候，你那一个了了分明的自性，你还在，那个就是真的你的真心啊。还有清楚不？有没有？讲讲看，换你的角度来讲，大家较透彻咧。各位前大家好。后学分享自己小小的心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像讲师问我们，你的心跟木知道以后，你是什么心？这个什么心，其实把它回到原点就是佛性，佛性了了分明，这一切的因缘和合。我们知道这个因缘和它是会生灭变化，所以回归原点还是在佛性体当中。那现在就是说，可能在我们行住坐卧当中，我们应对的所有的凡尘人事物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明白，自己要笃定。我落入世心了没？我住相了没？我起心动念了没？慧学是觉得这样好像也蛮不错，可以及时的回光返照，不会六根一直外放。因为我们太住相了，真的，其实自己住不住相，自己最知道。家人啊，人事物啊，那个家人有时候给你记一句话，给你怎样，你起心动念，你住相了吗？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前程这个幻影啊，其实都是一出戏而已啊，都有幻灭啊，他掌握不住啊，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如不动，这个不会变化的，这个永远都在，不会没有生灭的这样。对啊，正确的，就是正确好。对啊，我们也了解说，这个离尘无体呀，离尘无体呀，那个就是分别影视啊，前尘的分别影视就是假的，因为尘呢非常住，若变灭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跟龟毛兔角一样，则如法身呢同于断灭，已经呢断灭没有了。那么其谁修正无生法忍？什么人要来修正呢？这个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无生法忍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进入那个圣道，要进入到第一个一定要无生法忍，要得到无生法忍。无生就是没有生啊，那没有生就没有灭了所以无生法忍。就是我们已经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不动，这叫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你得到了，你就是阿罗汉，不用说以后怎么样才成了，你就已经是了。那你要成佛，最起码一定要得到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以后，你已经到阿罗汉、地支佛、菩萨佛，全部都有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是最根本。无生不生，不生就不灭。你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你已经安住不动，那个叫无生法忍。所以佛说其随修正无生法忍，就是我们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你佛性本体修正无生法忍，你的佛性本体已经进入不生不灭了，回归本位了，已经回归到本位。所以佛就跟阿难讲，假如说你把那个凡尘用的心拿来修道的话，那么这个凡尘我们面对凡尘，凡尘都会变化，变化呢就断灭了，那就没有人修了。所以佛说知修学人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呢修道学习的人都是以为这个生死妄想把它认为说真实的。所以那个生死妄想，我们要知道身体有生死啦，佛性没有啦，佛性未生嘛无死，身躯才有啦。身躯是天地物质，最后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的啦。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最可贵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大家不要把这一些那个生死妄想呢，把它认为真实。因为这样是故不成圣果，就是没办法成佛。那么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遍告同会，就是楞严法会佛呢就是要遍告这个楞严法会的这一些研究的人，我常说言摄心知言及心所属，诸所演法唯心所现。所有凡尘色法、心法、知所演法、心所属法，这个一切知所演法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所以我们的修持者就把这一段把它呢讲成五味百华。而呢这个听到佛这样讲了以后，他呢就能够了解啦。那个五味百华你有没有熟一点？也没。太多了啦，记不起来，有熟了，不好意思。我爸也有记得。可以用那个分段分批把它记。那个五味色法、心法、心所属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安尼就五味啦，5个。色法11个，心法8个，心所属51个最多啦。51个里面有11个善法，然后有那个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20个随烦恼有分成大8个，中2个，小有10个，然后还有4个不定法，这个总共有51个。然后不相应法，不跟色法相应，不跟心法相应，不跟那个无为法相应，自己独立的有24个。然后那个无为法呢有6个。你把它加起来刚好100个了。你已经先把那个纲要记下来，然后才讲细目。色法有形有相眼耳鼻舌身，这个5个都有形有相。然后色声香味触法，因为那个法它有一半生一半灭，在生的部分有形象，在灭的部分没有。所以也列入色法里面，所以有11个，眼耳鼻舌身5个了，
色声香味触法，总共11个。然后那个心法就我们的8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啊，就是心法。然后心所属法它就有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然后这个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然后从那个5遍行，5遍作意，我们作意的时候遍行在所有的，因为一遍行了以后，你就有色法、有心法、有心所属法，都遍行，全部都有遍行然后接触也是一样，你能够接触所有一切一切啊，你都是接触然后受思想5遍行，然后5别境呢都是我们的欲望欲界那个欲然后圣洁念定慧5别境然后有11个善法。第一个相信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然后亲安然后不放逸行舍不害11个善法。然后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6个根本烦恼。然后呢20个随烦恼大有8个调举，把我们那个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就掉了啦，我们的心就掉了，调举举高让它掉，就是心不安啦调举。然后分存不信懈怠然后放逸散乱不正知。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什么对，思念这个比较他起呢现在转无语思念就像我现在思念，把那个念都失掉了然后2个中的无惭无愧啦，这个比较惭愧你没有惭愧就是随烦恼里面的中的2个。然后小的有10个啦愤，一个分底下再一个心分，然后愤怒那个愤第2个愤，然后护砍起来护恼忌谦狂残这个害骄，还有一个呢都有了10个了然后4个不定法那个后悔啦，我们后悔了然后睡眠然后寻找然后奉侍人家，一个人字边再一个思念的事是这4个不定法。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得命根中想定灭尽定无想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劳无常流转定义这个相应世数次第方时数和不和24个然后为法有6个虚空无为则昧无为非得昧无为然后受想昧无为，然后不动无为，然后真如6个，总共100个无畏百华。再是少一个无想报，那个报就是想不起来，想到尾就造出来，所以是少掉一个思念这个有这样一经历了以后会更熟悉了
因为蛮久的时间没有去复习。以前呢，在同一宫有背了很熟，放了以后没有用就没有再背。可是现在要用，个又出来，个又出来，所以可见你越讲就越熟悉了，愈讲就愈学。因为我们就是要了解在《楞严经》的部分它都是一个绝对，那我们这边的是相对的，它有相对，所以它也变成落入那个就是我们有为法里面我们在用的时候假如说是用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的部分我们落入有为，你在阿摩罗识的部分就升高为无为，所以真如的无为跟有为它竟然是同样的，可是那个出来的那个出发点不同，因为在阿摩罗识它已经是无垢，所以无垢的真如它是一真法界。那我们在阿赖耶识的真如它还有一半的跟凡尘的，为什么要讲真如？就是因为有跟真如相对待的，好像说我为什么要讲涅槃？因为有生死，有生死我们才讲涅槃所以加一个大涅槃，就跟那个生死涅槃等空法不一样。涅槃跟生死是平等，都是空中的法，你加一个大涅槃，那已经超出，就一个绝对了。你说那个已经波涅槃也是绝对的，所以它绝对了以后不再相对。那相对里面虽然说涅槃很好，不生不灭，可是它毕竟跟生死相对，有相对了，有相对就有两边所以我们昨天还遇到智者以二为一，愚者以一为二各位听懂